他亲眼看见一个女人从进门到出门，头顶显示的数字从2位数晋升到3位数。自从前阵子给财神爷送去点香火钱后，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会在它的上面出现标价。原来人头顶上的价格，其实就是这个人拥有的财富。糟了，面试快迟到了。眼前这个男人叫胡岩，大学应届毕业生。他在大学是历史专业，辅修考古。像他这种专业的工作不好找，所以想转了钱。这壶是3000块收的，转手赚了17000，真不错啊！小伙子，这壶好在哪？你说说看。这茶壶很像象铭石瓢壶。象铭石瓢壶，你小子可真敢想。不过这的确是石瓢壶的模样，若是有转印那就清楚了。不过得先把这包浆去了，也就清楚了。有点冒险吧？一旦去了包浆，万一也没有转印，这壶的价值就又要打折了。无妨，反正也就是2万块的玩意。再说了，若不是你小子，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很快，在秦老的操作下，只见一个转印呼之欲出。带香铭。赵伯祥当场石化，秦老基本可以断定这就是象铭石瓢壶无疑了，便不再理会赵掌柜，大笑着与胡岩一同出了古玩店。小伙子，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叫胡岩，是江城大学历史系的应届毕业生。原来是学历史的，难怪一眼就能辨别出龚自珍的诗句。你来赵掌柜这里是面试的？最近正在找工作。我看你眼力不错，这样吧，下午你去天海店当行，找秦宝祥，到时候他会给你安排工作。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帮了我这么大忙，给你介绍份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原本我是打算直接给你一笔钱的，但想想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还是给你找份工作更长久一些。那好吧，老爷子呀，老爷子，其实你直接给我一笔钱也挺好的呀。
下午3点多，胡言来到天海典当行。要欢光临。先生，您是有业务要办理吗？哦，我找人。找哪位？他叫秦宝祥。谁？秦宝祥啊。秦宝祥，那可是我们董事长，你认识他吗？有预约吗？再说了，我们董事长也不在这个店里。可是有人让我来这里找他。是谁让你来的？胡言犹豫了一下，因为他并不知道秦老的名字。这是怎么了？胡言下意识地扭过头，只见来人是一名身材高挑的美女，看年纪跟自己差不多，不过她那一身装束可比胡言这一身大众品牌贵多了。这美女一身的奢侈品，每一件几千块到几万块不等，唯独脖子上的项链只有几百块，这是非常不符合常理啊！大小姐，这位先生要找董事长。找我爸爸，你有什么事也可以跟我说。事情是秦老让我来找秦宝祥先生的，说是可以帮我安排工作。秦老？你说的秦老是他？对，就是他。我爷爷让你来找我爸爸，帮你安排工作，这事倒是挺新鲜。你知不知道，我爷爷已经好多年都不会过问集团的事了，怎么会突然就要帮你安排工作？你不会怀疑我是骗子吧？还真有点怀疑，所以我要给爷爷打电话确认一下。秦子璇说着，翻开手机通讯录，拨了一个号码出去，又往远处走了几步，以免电话内容被胡言听到。大约5分钟之后，秦子璇面带笑容地走了回来。你叫什么名字？胡言。还真是，听我爷爷说你眼力很好，那我考考你怎么样？你要是真能过关，就到我们天海典当行来工作。好吧，请秦小姐出题。干我们这行的难免跟奢侈品打交道，你对奢侈品了解多少？一知半解，知道一些。那好，你看看我这一身装扮中哪一件是 A 货？这好吧。胡言表面上是一脸的为难，不过心中却暗自好笑，这简直就是送分题啊！心中的喜悦，胡言自然是不能表现出来的。于是，胡言猛然往前迈了一步，打破了与秦子璇之间的一个安全距离。你突然贴这么近干嘛？不是说让我鉴别你身上的穿戴吗？离得远，我怎么看得清楚？秦子璇一时无言，人家说的也不无道理，只是他总感觉对方看自己的目光色眯眯的，而且目光还总是在他的胸前打转。行了，不必看了，你被淘汰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自己清楚。根据你的考题，我正在努力鉴别你的穿戴，现在还没有结果，怎么就淘汰了？我让你鉴别不假，但你总看我的这里干嘛？还不就是流氓？你让我鉴别你身上的穿戴，我当然要逐渐去鉴别。不过，当我看到你的项链时，便觉得它有问题，所以才多看了几眼。项链？你竟然说我的项链有问题？没错，你的项链就是有问题。行了，现在你彻底被淘汰了，再见。你就这么肯定你的项链是正品？当然，这条项链是我最好的闺蜜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从国外带回来的，怎么可能是 A 货？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劝你以后最好离你那个好闺蜜远一点。再见。嚯，脾气还挺大。秦子璇看着胡言远去的背影，撇了撇嘴，然后迈步回自己的典当行准备工作。当他路过珠宝鉴定档口时，却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王师傅，这条项链你看一下。虽然秦子璇觉得胡言的话99%不可信，但既然自家就有鉴定师，看一眼也无妨。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他才摘下了项链。大小姐，你这是哪弄的假货啊？什么？假货？是啊，就这做工，在高仿里都算是次品了。哼，钱小尔，你给我等着。胡言离开典当行后，凭借自己这双能看出标价的眼睛，扫了10几家的彩票店。除了有一家刮出了一次10万大奖，其他的最多也就是1000块的奖金，而且还不是每家都有。胡言回到学校，虽然他已经毕业，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还赖在学校寝室没走。与他一起赖着没走的还有赵鹏。这么晚才回来，看来工作的事是搞定了。本来很有希望，可惜遇见了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就泡汤了。女人？什么情况？说来听听。也没什么情况，就是以为自己倾国倾城，所有男人都想着占她便宜。你不会是看人家长得好看起了歹心吧？我说老胡啊，你分手也没多久啊，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哥们手机里刚好有几份学习资料，回头发给你。滚！老胡，你发财了，怎么买这么好的烟来抽？工作虽然没找到，但哥们运气不错，买刮刮彩中了几千块。几千块？你这是走了什么财神运啊？请哥们出去吃顿大餐吗？行，没问题。果真吗？义父。果真，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先研究研究下个月住哪。也是。今天1楼公告栏上刚刚提出的告示，毕业生最晚月末必须离校，
老胡啊，你现在可是大地主了，这么的，我出1500，剩下的你出，然后我再慢慢还你，咱们找个便宜的两居室。胡言抬眼看了看赵鹏，这货目前的身价是2340元。我靠，这货2天一共就花了60块钱，3餐加上交通费，平均1天30，为了省钱也是够拼的。这倒可以，问题是我们在哪个区域租房子？我们公司在西山那边，那片房子相对便宜一些，我看在那边租就可以。反正你的工作还没落实，到时候就近找份工作也行。那你明天上班的时候留意一下那边的房子，有合适的看看也行。反正你一个干销售的，时间自由。那就这么定了。这么晚还有面试通知？胡言投了不少简历出去，他下意识地认为这是通知他去面试的。你好，我是胡言。你好，我是秦子璇。嗨，原来是秦大小姐啊！打电话给我这个流氓有什么事吗？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你了。你吃饭了没有？咱们出来边吃边聊。行吧，哪里？恐龙扛狼大酒店。啥情况？走吧，孩子，义父带你蹭饭去。没多久，胡言就带着刚认的孩子找到了秦子璇所在的包厢。秦小姐，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下午你说的对，项链是假的吧？小哥哥，你帮我看看这条是不是也是假的？微高仿，但也是假的。胡言只是瞄了一眼，便给出了答案，因为它的价值只有2800，毕竟这牌子一条围巾都得卖个10万8万的。哼，果然也是假的。那个该死的杰克，我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人。对了，我叫钱小二，是璇璇最好的好朋友。你好，我叫胡言，这个是我刚认的好孩。不，这个是我的好兄弟赵庞。两位美女好。那我叫你什么好呢？胡哥还是妍妍？叫他老胡就行。老胡，璇璇知道你眼力非凡，所以想邀请你陪我们参加明天的御史大会。不知道你对御史有没有了解？御史？我不太懂啊。不算白帮忙，事成之后给你3万。好吧，我其实懂一点。老胡，你啥时候会看御史了啊？快说，你小子是不是背着我偷偷补课了？社会上的事情你少打听。第二天，他们来到御史大会，而在递名帖的时候，胡言才知道钱小二竟然是国内大名鼎鼎的珠宝公司钱氏珠宝现任董事长的女儿。子璇，你终于到了，我可是等你好久了。贾总，你好。贾大伟，你眼里就只有我们璇璇啊？哪能啊，小二你这么耀眼，我可是早就瞄着你呢。这话可真对得起你这个姓。这位是我和子璇的朋友胡言。老胡，他叫贾大伟。你好，胡兄弟在哪里高就啊？他是我们天海典当行的高级鉴定师。高级鉴定师？胡兄弟，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我前天收了一块表，现在心里还有些忐忑，不知道它的价值到底如何。胡兄弟能否帮我鉴定一下？贾总，这表是真品无疑，价格在66万左右入手刚刚好。贾大伟眼中流露出一丝惊愕之色，他这表刚好是66万入手的。怎么样，老胡说的没错吧？胡兄弟果真是好眼力，子璇，你有这么一位眼力出众的鉴定师帮忙，看来今天必会有所收获啊！希望吧。走了，去看御史。几人来到展厅中一个比较大的摊位，因为有个男人花20多万选了一块玉石，并且要求当场切石，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这男人眼光不错啊，20几万买了这么好的一块料，估计是稳赚不赔了。说的好像你很懂事的。小二，你这就小看人了不是？我怎么说也是经营珠宝的，对玉石还是有些了解的。我们家还是开珠宝公司的呢，我怎么一点都不了解？看来这钱家的财富铁定是到他这走到头了。老胡，你觉得那块石头怎么样？我觉得这块料不太好，很可能血本无归。这块石料的一角明显已经漏了绿，就算是里面没有大面积成型，也不至于血本无归。在我看来，回本还是没问题的。胡言没有跟贾大伟去争辩，因为他看到了真实价格3600对上20万，血本无归只能是100%。老胡，你真觉得这块石料要血本无归啊？我的火眼金睛不会错。火眼金睛，那我倒要看看了。不多时，第一刀便切了下来，可惜并没有见绿。再切，
随着第二刀下去，结果还是没绿。老胡，真被你说中了哎！低调低调。贾大伟，你不说这石头不会亏钱吗？现在怎么说？专家都有看走眼的时候，何况是我了。胡兄弟眼力不错，既然如此，何不自己选一块玩玩？倒是看中了一块。老板，这块毛料怎么卖？原来是看中了地摊上的毛料，也对，这些便宜吗？小伙子，你是要这块吗？这块7万。7万？老板，你这也太贵了吧？你看他长得这么丑，怎么可能值7万呢？再便宜点。行了，5万给你了。你这女朋友也太会讲价了。小伙子，现场解释吗？老板，这块毛料我要了，一会儿也帮我解了。在胡岩和老板达成交易的时候，他已经在几个货架间转了2圈，相中了其中一块标价105万的毛料。胡兄弟，你看我这块毛料如何啊？恭喜贾总喜提血亏。你是说我这块毛料也会血本无归？不能算是100%吧，99%是可能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块毛料明显有很大几率开出上等的翡翠，你却说我要血本无归，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那就拭目以待吧。师傅，我这块毛料100多万，有很大几率开出上等的翡翠，你切的时候小心点。贾大伟扯着嗓门这么一喊，像是怕展厅里的人听不到似的。不多时，第一刀的切实结果便呈现在众人眼前，竟然没绿。再切。很快，师傅就下了第二刀，结果可想而知，那是一丢丢的绿色都没有。再切。师傅熟练地把毛料调整角度，进行第3刀的切割，结果还是没出绿。100万而已，我可不在意。贾大伟看似表面云淡风轻，实则内心肉痛不已。哎呦，区100万了，洒水了，对咱们阔绰的贾总来说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我们还是看看胡兄弟的吧，我这100万都开不出来，要不胡兄弟还是别开了吧。呵呵，万一开出个宝贝呢？那我就拭目以待了。这时，钱小尔拉了拉胡岩的胳膊，小声问道：“老胡，你真是刷信用卡买的毛料啊？”没有，不过这5万块要是垮了，也够我心疼一阵子的了。我觉得你能赢。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帮你讲的价啊，一定能出绿。就在2人低声交谈的时候，解石台上已经完成了第1刀，并没出绿。我就说吧，胡兄弟，还是想想怎么还信用卡吧。现在说这话还早了点吧？垂死挣扎了吧？然而这时，解石师傅已经调整好了第2刀的角度，随即按下了切割机的按钮。结果第2刀切完之后，夺人眼球的翠绿完美的呈现在众人眼前。那是帝王绿。贾大伟一看这情况，脸笑肉不笑的恭维了几声后，就灰溜溜的离开了这里。胡岩，你愿意任职天海集团吗？单干的话，自己刚刚毕业，也不知道这行的水有多深。要是被一些小人盯上就不好了。先跟着秦家人在古玩界打出名堂来，再单干，有这能力在，也不怕挣不到钱。开门见山，我需要了解我的薪资待遇。底薪100万，另外加业务分成和年终奖金。行，没问题。秦子璇不由得愣住了，像胡岩这样的人才100万年薪只能是起步价，他没想到胡岩答应的这么爽快。既然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天海集团的员工，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该为集团服务了？怎么服务？很快你就知道了。与此同时，公共音响中传来了甜美的播报声。亲爱的各位来宾大家好，1个小时之后，第一展厅内将举行一场玉石拍卖会，感兴趣的来宾抓紧时间前往第一展厅报名参加哦。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几人来到地展厅里，只见台上摆放着7个掌柜。子璇，马国豪老师是我们公司的顾问，他已经在这里待了快2个半小时了，相信对这7块参与竞拍的毛料都已经非常了解。我们过去听听他的见解。看来大伟今天是有备而来啊，不介意我也去听听专家的高见吧。另一位珠宝界的大佬之子钟万明轻笑道：“钟氏珠宝与贾大伟所经营的世纪珠宝算是商业上的对手。”钟哥真是见外了，专家的意见也只是意见而已，玉石这玩意谁又能说得准呢？钟哥若是感兴趣，一起听听便是了。哈哈，那我就跟着凑凑热闹。
马老师，情况摸得如何？差不多了，5号最佳，7号也不错，可以着重关注一下。5号，难怪那么多人都围在5号前面，看来竞争会很激烈啊。首选5号，次选7号。子璇、钟哥，你们听到了吧？等会可要手下留情啊。大伟，你的财力我是知道的，这话应该我说才对。一旁的秦子璇没吭声，而转头看向胡言，结果发现后者早已不在众人身边，而是跑到了4号掌柜前，钱小尔也在他身边，两人嘀嘀咕咕的不知说些什么。胡言，你看好这块料？胡言可有看好的？贾总真相信我的眼力吗？相信啊，你说说看。那贾总就买这块吧。这块？那你说多少钱入手合适呢？2000万以内都可以。2000万。贾大伟早已从专家那透析这些石头的价值，这些石头里4号石头可以说是这些里面最差的。贾大伟没有拆穿，而是演戏道：我觉着子璇你们可以试试，毕竟胡言刚才的眼力劲可是非常好啊，我可以肯定这块石头肯定也不差。各位，拍卖现在开始，首先拍卖的是1号拍品，底价2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拍卖师话音刚落，便有人举了牌，直接加了40万，很快价钱就飙升到了300万，一时短暂的安静下来。这位先生出价300万，还有人加价吗？这块料怎么样？还有必要出价吗？没有。310万。这时贾大伟倒是突然举起了牌，紧接着之前喊价300万的男人立即加价。350万。这位先生出价350万，还有人加价吗？现场一片寂静，拍卖师吴斌的目光再次扫过全场，给众人最后的加价机会。不过依旧没人应声。350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先生。胡言，你叹气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感叹贾总的好眼力。好眼力？等拍卖结束，我便切给你看。贾大伟是根据马国豪的意思，350万拍下来至少不会亏。接下来我们要竞拍的是2号拍品，底价3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相比1号毛料，这2号毛料则更加抢手一些。吴斌宣布开拍不多时，价格便飙升到了500万。这块怎么样？800万以内拍下的话还可以。听了胡言的话之后，秦子璇便加入了竞价大军。几分钟之后，价格便来到了750万。800万。这个价格一出，现场顿时就安静了下来。显然，这个价格已经超越了多数人的心理预期。这位女士出价800万，还有没有人加价？除了5号之外，这2号毛料是马老师主推的，可现在竞争对手是秦子璇。800万一次。等等，810万。子璇，实在抱歉，这块料我也很看好。秦子璇没应声，一副你随意的表情。这位先生出价810万，还有人加价吗？说完，吴斌目光看向了秦子璇，不过秦子璇却没有任何反应。好的，810万一次，810万2次。就在吴斌准备喊出第3次的时候，一直没有参与竞争的钟万明突然举了牌。850万，900万。贾大伟咬了咬牙，直接报出了马国豪给他的上限价格，930万。钟万明几乎没有犹豫，直接举牌。主要是他获得的资料也是2号排在5号之后，5号竞争激烈那是一定的，那么2号当然也就成了他的重要选择。950万，1000万。我靠 ，I fool you！ 上集说到，钟万明出1000万竞价，贾大伟没有再加价，因此由钟万明拿下2号拍品，紧接着就开始拍卖3号毛料，底价与2号毛料一样，也是300万。我们要不要出手？还是算了吧，反正我是不看好。最终3号毛料以480万的价格被路人拍下。接下来是4号拍品，底价依旧是3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4号众人的加价幅度都不大，相对于之前拍卖的1号、2号，这4号毛料显然是不那么的受欢迎。胡言，你所说的价值2000万的毛料，看来也不是那么受欢迎啊。那是他们没眼力。全场这么多人都没眼力，就你有眼力。没办法，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嘛。我坚信这句话。对了，贾总，你真的不考虑拍下这4号毛料吗？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可是难得的发财机会哦。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并没有这个打算。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这4号毛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430万。不过，当430万这个价格出现之后，现场也沉默了下来。430万一次，450万。子璇，你可要慎重啊，不要受了某些人的蒙蔽。谢谢忠告。
秦子璇冷冷地回了一句，连看都没看贾大伟一眼。这时，方才喊价430万的男人又加了价，480万。子璇啊，子璇，你这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这位小姐出价480万，还有人加价吗？面对秦子璇480万的出价，现场没人再有竞价的意思了。恭喜这位小姐拍得4号拍品。子璇，马老师对这4号毛料的估价还不到100万，是这7块毛料之中最低的。你花480万拍下它，真是得不偿失啊！哼，480万我还亏得起。秦子璇是发自内心的讨厌贾大伟这只苍蝇，但碍于天海集团和贾大伟老爹的贾氏集团有业务上的往来，也不好把关系搞得太僵。好吧，选不好鉴定师真是坑死人啊！胡言，我说的没错吧？贾总这话说的没错，我赞同。所以你的鉴定师的确应该换一个了。我的鉴定师？胡言，希望解释之后你还能有这样的自信。这时，全场关注的5号毛料开拍价格不过2-3分钟，价格就飙升到了1800万、2000万、2100万、2200万、2300万。2300万了，还有人加价吗？2500万。这位小姐出价2500万，还有人加价吗？2600万。3000万。3000万。这位小姐出价3000万，还有人加价吗？子璇，你这也太冒险了。3000万1次，3000万2次，3000万3次，成交。璇，你可真够大手笔的，这不怕亏了？亏了就找你的老胡。就知道又是老胡，不过这3000万也太高了。这5号的性价比的确不算高，不过应该还是有盈利空间的。5号毛料的价值是3900万，秦子璇以3000万的价格拍下，一下子净赚900万。虽然回报率不能跟4号相比，可毕竟也是小1000万的收入啊。竞拍舞台上，吴斌继续拍卖剩余的6号、7号。不过，众人对这2块毛料的热情并不算高，成交价也都一般。6号毛料被贾大伟以550万的价格拍走了，而7号则以420万的价格成交。各位，拍卖结束，接下来便是紧张又刺激的解释环节。首先是贾大伟所拥有的1号毛料被抬上解石台，师傅便开始了熟练的操作，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拉胯，很快2号毛料完成了切割，它的价值估算是860万。钟大哥是赚了还是亏了啊？亏了点。很快秦子璇拍得的4号毛料直接就被抬上了解石台，在谢石师傅娴熟的操作，第一刀直接就垮了。胡言，这就是你所说价值2000万的料。子璇，我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一定要慎重。现在知道我用心良苦了吧？急什么？这才第1刀。此时第2刀的结果已经出来。紫翡翠，4号毛料竟然开出近些年几乎绝迹的紫翡翠。胡言看好的4号毛料开出了稀有的紫翡翠，贾大伟再也没有一开始的意气风发。贾总，你说这块紫翡翠能值2000万吗？啊，这老胡，你又看对了，真厉害啊！3分天注定，7分靠运气。此时5号毛料与众人预期的一样，第1刀下去就见了绿，估值3900万。秦小姐，请留步。你是？哦，这是我的名片。秦子璇接过名片瞄了一眼，金福珠宝执行副总裁金永贵。秦小姐，既然已经冒昧打扰，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方才那块紫翡翠，不知道秦小姐有没有出手的打算？当然，价钱好商量。金总，你也知道，我们天海集团旗下是有珠宝公司的，所以那块紫翡翠我并没有出手的打算。秦小姐，话先不要说死嘛，我愿意出4000万收购。秦小姐应该知道，你那块紫翡翠最多也就值3000万的样子，我可是溢价了1000万。秦小姐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金总，这并不是价钱的问题，只是我的确没有出手的打算。那好吧，既然秦小姐话已至此，我也不再坚持了。不过不得不说，秦小姐真是好运气啊！金叔叔，这可不是璇运气好，而是老胡眼力好。老胡是哪位专家？就是他，金叔叔，你可不要小看老胡啊，他眼力厉害着呢。反正今天还没看走眼过。这么厉害的吗？小兄弟怎么称呼？我叫胡言。小耳说你眼力非凡，看样子你对玉石、珠宝都有很深的研究了。谈不上有多深的研究，略懂一二吧。小兄弟，既然小耳说你眼力非凡，那我们玩个小游戏如何？小游戏
是考验眼力的小游戏。我这有一枚扳指，你说说它的价钱，如果与它的真实价钱上下浮动不超过5000块，这枚扳指我就送给你了。金总，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小兄弟放心，这点信誉我还是有的。那我便试一试。胡言接过金永贵的扳指，装模作样的仔细看了看，扳指外部光滑无印，倒是内圈刻着乐道堂主人5个小字。金总，你这枚扳指的确是宝贝，依我看，至少也能卖到22万左右。胡兄弟，你所说的价格有何依据呢？乐道堂主人这5个字足以证明这枚扳指的价格。老胡，这个什么乐道堂主人是谁啊？乐道堂主人是恭亲王爱新觉罗一心的称号，也就是说，这扳指的主人是爱新觉罗一心。胡兄弟好眼力，看来对历史这方面也有研究。根据约定，这枚扳指便送给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我虽然不算什么君子，可却不能就此收了金总的宝贝。既然胡兄弟不要这扳指，那我便欠你一个人情，日后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就是了。没准日后真有麻烦金总的地方也说不定。从我梅 K 拍卖会离开后，秦子璇直接带着胡言来到了天海典当行。王师傅，这是胡言，我们典当行新来的高级鉴定师，你先带他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再讲一讲具体工作。高级鉴定师胡言，这位是王德发师傅，我们天海典当行资历最老的高级鉴定师。王师傅你好，以后还请多多关照。你好，你们两个先聊，我还有事，先走了。胡老弟这么年轻就能成为高级鉴定师，真是佩服啊！哪里。下午6点半，胡言回到宿舍里。赵鹏这小子竟然还没有回来。本来今天开出那帝王绿挣了200多万块钱，还想着回来带他出去吃大餐的。既然你不在，那就别怪为父吃独食了。喂，妈。妍妍呢？工作找的怎么样了？已经找到了，天海集团，年薪10万。胡言刚刚毕业，直接说年薪100万，对杨雅君来说有些太吓人了，所以胡言报了10万，一个比较合理的数。真的？真的呀，今天已经开始上班了，这不刚刚才下班。谢天谢地，那可真是太好了。对了，这周末我们要给你妹妹加薪办升学宴，你要是休息就回来，工作要是太忙的话，不回来也没事。那行，我知道了。第二天，胡言来到天海典当行时，已经迟到了。王师傅，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车，来晚了。没事，江城要是不堵车还能是江城吗？你看现在一个顾客都没有，你来的根本就不算晚。王师傅，有什么工作您尽管交代。顾客都没一个，哪有什么工作啊？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一名中年男人一脸凝重地进了门，手里拎着一个长条的木头盒子，里面不知道装的是什么。先生，有什么能帮助您的？我这有件老玩意，想压点钱。师傅，你看看这个吧。男人掀开木盒的盖子，只见里面摆放着的是一件十分精美的瓷瓶。王德发作为天海典当行的高级鉴定师，一眼就看出中年男人的这个瓷瓶是民国时期的仿品，价格最多也就值个18000块。这瓶子你想压多少钱？10万吧，这是我家祖传的，要不是老婆在医院躺着，我是怎么也不可能拿出来当的。当然，以后要是有了钱，我一定赎回去。那你还是拿回去吧。你的意思是这瓶子不值10万？没错，这瓷瓶最多能给你5000。5000？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不当了，都说你们天海典当行最诚信、最识货，原来也就这样。这位大哥，你先别急着走。还有事？这瓶子我们还是可以再聊聊的。你说了算。当然，我也是这里的高级鉴定师，还是有点话语权的。咱们去楼上的谈判室里聊。对方拿的明明是个假瓶子，这还有什么好聊的？看来大小姐找的这个高级鉴定师有水分啊。大哥，这瓶子你是准备死当还是活当？死当吧，估计我也没能力再把它赎回去了。方才你说想当10万对吧？刚才我说的是活当的价钱，若是死当的话，怎么着也得15万。8万，最多8万。你若是同意的话，把盒子留在这桌子上，我们直接去办理手续，10分钟你就可以拿到钱。8万太少了，不卖。大哥，实话跟你说，8万块已经是最高价了。相信你不只来了我们一家，其他地方给你什么价钱，你心中应该是清楚的。你真能做主？当然，只要你同意，10分钟就能拿到钱。那好吧，8万块就卖你了。10分钟不到，男人拿了钱，便出了天海典当行。
那瓷瓶花期前从别人那里收的，还以为要烂在手里了，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个不长眼的。小胡，你们这是？王师傅，我们刚刚完成交易啊，财务那边也打款了。那瓶子你花多少钱收了？8万。8万？那瓷瓶是个仿品，最多也就值个12000块，你难道没看出来吗？王师傅，怎么了？大小姐，小胡刚刚花了8万收了一个仿制的瓷瓶。胡言，你真觉得那个瓷瓶值8万吗？应该不值吧？那你为什么要收？因为我对这个盒子更感兴趣。小胡，让我瞧瞧这盒子。王德发接过盒子之后，便认真的检查起来。这盒子也没什么特别的，好像是普通的杨木，不过分量倒是不轻。那这盒子里面会不会是有东西？你是说盒子里面有夹层？应该不会有夹层，我刚刚已经检查过了，里面是实心的，并没有空心的地方。王师傅，你说这盒子有没有可能是穿了一层衣服，掩盖了它的真实面目？这倒是有可能，我再看看。王德发拿出放大镜，仔细的观察这盒子四壁的相间之处。随后，他发现盒子内壁出现了一条细微的裂缝，紧接着他顺着这条裂缝把盒子上的外漆去掉。赚大了，这下赚大发了啊！王师傅，这盒子有什么来历吗？大小姐，这是黄花梨的盒子啊，应该是晚晴的物件，品相完整，做工也不错。这盒子少说也能值100万啊！胡言，这盒子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一种直觉，就跟你们女人的第六感一样，很准。小胡啊，你的直觉要是一直能这么准，那你可就要发财了。我发什么财啊？都是为公司服务嘛。胡言，你跟我来办公室，说说你到底怎么看出来的？刚刚不是说过了，直觉啊！我信你个大头鬼！那我就没办法了，本来就是凭直觉的。你也看到了，那盒子是盒中盒，除非我有透视眼，否则怎么能看得出来？好吧，看来我没看错人。那是不是还有奖励？跟这个月的薪水一起发放。对了，这周日你有空吗？你不会是想让我加班吧？当然不是，放心吧，我们天海集团从不无缘无故就拉着员工加班的。那我也没空。这周末我妹升学宴，我得回老家一趟。你还有妹妹呢？对啊，比我小4岁，6月刚刚参加完高考，9月就会来江城的恐龙扛狼大学报道了。我妹学习可比我好，考的是热门专业对外贸易。你老家在哪？阳城，小城市，跟江城可是没得比。老秦，你先忙着，我下去了。胡言觉得跟秦子璇聊天挺没劲的，招呼了一声，直接起身走出了办公室。小胡，你眼力好，看看这条项链。我哪有什么眼力啊？谦虚，你要是眼力不好，怎么可能以8万块的价格拿下价值100万的黄花梨木盒？就这么一条项链，需要这多鉴定师一起鉴定，明摆着是想试探我。这项链怎么了？刚刚有人留下的，想压2万，你看值吗？不值，这项链最多1200、300的样子。你的意思是，这项链是高仿？没错，凭良心说，这项链做工是真不错。这位高仿师傅的手艺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但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我也觉得这项链是高仿，看来不能收啊。小胡，你这眼力可真不错啊！这才上班1天，自己的实力便隐藏不住了。5点，正是下班的时候，秦子璇把胡言叫住，随后带着胡言来到了天海家园的某单元的一户房子之中。老秦，你这是要干啥？事先声明，我可不是随便的人。你想多了，那晚吃饭的时候，听你的室友说你们正在找房子，如果觉得这里没问题，就先住着吧。这房子是不错，面积也足够大，可是……放心吧，不收你钱，就算是给你的员工宿舍。员工宿舍？你入职2天就给公司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而我们天海集团向来是论功行赏，从不会亏待自己的员工，给你安排这样一个员工宿舍，也算是对你的一种奖励吧。我靠，用这样的房子做员工宿舍，简直就是毫无人性啊！谢谢老板。只要你认真工作就好。那是一定的。对了，这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住怪冷清的，能不能让我的室友也搬过来？就是那天一起吃饭的赵鹏。从现在开始，房子的使用权归你了，想让什么人住进来随便你。明天你就不用去上班了，先把家搬了吧，刚好明天又是周五，搬完家你就可以直接回阳城了。还有，这是给你配的车。老秦，你说实话，是不是想泡我？滚！你妹妹的升学宴是周6还是周日？周日啊，你问这些干嘛？
没什么，这周末集团有个重要的项目在羊城，可能需要我过去一趟。如果时间刚好吻合的话，我就去凑凑热闹。那要是有时间的话，你就过去，随时欢迎。我妹的升学宴是周日中午，在羊城的恐龙扛狼大酒店。老胡，你可算回来了。干嘛？怎么给理给气的？我这不是兴奋吗？前2天你不是让我找房子吗？今天终于遇见了一套超级合适的房子，2室1厅，才1200一个月，就这个价钱，整个江城几乎都绝迹了。是吗？那你怎么找到的？哥们是吉人自有天相啊！今天在外面跑销售的时候，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了，没人敢扶，我看她可怜，就把她扶起来送去了医院。结果也是巧了，他们家刚好有一处房子在出租，为了表示感谢，就决定低价租给我。我说鹏哥，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新闻你又不是没看过，扶一下老人倾家荡产的例子可不少呢。我当时也是挣扎了一下，不过我一想，哥们我孤家寡人一个，兜里又没钱，还真没什么可怕的。也是。对了，你要觉得没问题的话，周末我们就搬家，怎么样？周末可不行，这周末我得回老家一趟。其实我也正想跟你说房子的事呢。我们公司给我配了一间员工宿舍，挺大的，我一个人也住不过来。你要是不嫌离你公司远，也可以搬过去住。既然是你的员工宿舍，那你们领导能同意我这个外人住吗？我已经跟他说了，没问题，这是取决你，只要你愿意过去就能住。果真吗？义父？果真？那我住。我已经请好假了，准备明天就搬过去，要不你也请个假，咱们一起搬。没问题。次日，两人都把行李装好，正准备离开时，老胡，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回来吗？在这宿舍住了整整4年，要搬走了，还真是有些不舍啊。赵鹏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也没有家。大学这4年，他已经把宿舍当成了自己的家，而胡言则成了他的亲人。想回来还不容易吗？你又不是要离开江城。好在我们是一起走，不然我一定哭成狗。行了，别煽情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是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上过大学的朋友都知道，住了4年的宿舍突然要搬走了，这对于在孤儿院长大的赵鹏，心中难免会有些不舍。还好有胡言陪着他一起走。老胡，你确定这是免费给我们住的吗？废话，不然我怎么进来的？可是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房子少说也得有200平了吧？差不多，我住南面的主卧，还有3个房间，你随便选吧。那我可得好好看看哪个房间好。中午的时候，胡言辞别了赵鹏，直接开车进了附近的一家大商场。胡言难得回家一次，怎么着也得给父母准备点礼物。2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胡言回到自家楼下。乖乖啊，这不是妍妍吗？你这是发大财了。李婶好。妍妍，这车你买的啊？不是，单位配的。哎呦，配这么好的车，你们那是什么单位啊？我在天海集团工作。天海集团那可是大公司啊。公司规模是不小。那工资能有多少啊？1个月差不多1万吧。1万，这么多啊！乖乖，我们妍妍可真出息了。李婶，你们聊着，我先上去了。妍妍，晚上没事去我家坐坐。这么好的小伙子可不能便宜别人家的闺女，不行，我得让丽丽回来。哥，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以为你要明天才回来呢。今天刚好休息，我就直接回来了。哥，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不会是发财了吧？还真让你说对了，这是给你的礼物。哇，哥，你真是太好了。老爸老妈几点下班？现在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那晚上出去吃吧，我请客。不多时，胡言的老妈杨雅君和老爸胡逢春就回到了家。妍妍，你小子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今天刚好休息就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妈好提前给你准备好吃的。不用了，今天晚上咱们出去吃。也好。对了，这是谁家来了土豪亲戚？我看楼下停着一辆大 G 呢。大 G 你知不知道？那车落地价怎么着也得200万左右。我要是能开上那车过瘾，死了都愿意。爸，你说的那辆车是我开回来的。儿子，那辆大 G 真是你开回来的。爸，本来我是想让你开着过瘾的，可是你却说过瘾之后就要去死，儿子不能这么做啊！我可希望您长命百岁呢。我那不是比喻吗？儿子，那车真是你的。
确切的说，应该是我们单位配给我的。快把钥匙拿来，我必须得下去过过瘾。行，那我们正好出去吃饭。这车视野可真好，能看出去2里地。儿子，你公司老板男的女的呀？是不是看好你了？怎么给你配这么好的车？对呀，妍妍，你们公司的老板男的女的呀？还真是个女的。哥，你不会被人家包？包你个头！妍妍，那他多大年纪呀？他应该跟我年纪差不多吧，24、25岁的样子。这么年轻啊？人家是富二代，未来要接手家族企业的那种。儿子，我觉得你这个老板还是看好你了，刚好你们年纪也相当嘛。要是这样的话，老爸支持你。哥，我也支持你，给我娶个白富美嫂子回来。行了，事情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就不要乱点鸳鸯谱了。这个时间正是饭店热闹的时候，包厢都满了，胡言一家人也只能在大厅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就在一家人正吃得开心时，这不是冯村吗？吴厂长，这真是巧了，一家人吃饭呢。吴中华老脸通红，眼神也有些迷离，一看就是没少喝酒。这不是我们家妍妍回来了吗？走，跟我过去喝几杯。这胡逢春还惦记着一会儿开车回去呢，自然是不想去喝酒，尤其还是吴中华的局，还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呢。怎么这点面子都不给？胡逢春在阳城化工厂跟吴中华打了几10年交道，深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好拒绝。哪能啊，这就过去。弟妹也过去一起喝一杯吧，人多热闹。吴厂长，我爱人他不会喝酒，我过去陪您喝，一定喝尽兴。哼，现在这社会还有人不会喝酒？我看你是诚心不给面子吧？真不是，不给谁面子，也不能不给吴厂长面子。弟妹就过去喝一杯，这点面子你不会真不给吧？对不起，吴厂长，我真不会喝酒。弟妹，我又不是让你过去陪酒，至于这么反感吗？再说了，就算是陪你5个喝几杯又有什么的？孩子都这么大。赶紧滚！你吴中华是喝了不少酒没错，但还没有彻底失去理智，有预判危险的能力。再给你说一遍，赶紧滚！小兔崽子，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明天我跟你老子算账。本来今天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饭的局，都让那个吴中华搅和了。他这种人就不能给他好脸色。爸，你也不用担心，大不了就不干了。爸，我觉得哥这么做没问题，你也看见了，他根本就是不怀好意。希望他是真喝多了，别记仇吧。行了，反正也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回家吧。妹妹马上就是大学生了。周六，胡言带着胡嘉欣来到商场，准备买几套好看的衣服。哥，你快看。什么呀？胡言一脸疑惑，顺着胡嘉欣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只见吴中华跟一个年轻女人在车内卿卿我我。嘉欣，快用你的手机拍下来。吴中华跟这个女人的关系明显不正常，这可是给老爸老妈出气的好机会啊。傍晚，兄妹俩开开心心回到家。到了晚上，就在胡言准备睡觉的时候，喂，我已经到阳城了，明天上午有个会，等会议结束，我就去你妹妹的升学宴。欢迎领导来临。小尔明天也要来。他怎么知道的？跟我聊天的时候刚好聊起这件事。哦，同样欢迎。第二天，在阳城的恐龙扛狼大酒店，胡言一家正在忙着一些现场的布置工作。妍妍忙着呢。李婶好，丽丽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就回来了，下午还去找你来的，但你没在家。昨天下午我陪嘉欣出去逛街了。哦，下次有这样的事，你应该告诉我一声。你会逛什么街啊？我陪嘉欣还差不多。我哪知道你回来了呀？妍妍，你跟丽丽聊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妍妍哥，听说你找到工作啦？对，刚上班没几天。听我妈说，年薪10万呢。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好的工作的？也太厉害了吧！嗨，纯属运气。亚军，你看这俩孩子往一起一站，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杨亚军不由皱了皱眉，他的确是看着张丽长大的，知道对方是个好孩子。可是杨亚军是真不太喜欢李珍秀这个性格，因此他打心里是不太愿意跟李珍秀当亲家的。孩子们的事，我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反正妍妍怎么选择，我这个当妈的都支持。哥，你过来一下。干嘛？神秘兮兮的。哥，你知道丽丽姐为什么回来吗？她刚刚说正好休假了吗？这你都信？丽丽姐在补课班给孩子上课，周末怎么可能休息？也是，丽丽姐肯定是为了你才回来的。
哥，你自己在江城这么久，真的没交女朋友啊？你要是有女朋友就赶紧说一声，不然人家可就都惦记着你了。没有，你哥就是个单身狗。谁啊？一个朋友。老胡，你快出来接人家吗？你在哪呢？人家就在阳城的恐龙扛昂大酒店门口呢。璇璇告诉我的地方。你稍等一下。哥，电话里的人不会是你女朋友吧？朋友，没有女字。我才不信，听那语气明明就是女朋友。到了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啊？本来我打算等璇璇一起过来的，不过他还在开会，所以我就先来了。快帮我搬东西。哥，这位是我朋友，你就喊小尔姐吧。小尔姐好。你就是嘉欣吧？听说你考上了江城大学的对外经贸系，可真厉害。这是我送你的礼物，进入大学之后好好读书哦。谢谢小尔姐。妍妍呐，这位是？他是我朋友钱小尔。小尔，这是我老爸老妈。叔叔阿姨好。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阿姨才漂亮呢。叔叔阿姨，今天是初次见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小尔啊，你看你送这么多礼物，也太破费了。不要紧的，第一次跟叔叔阿姨见面吗？小尔你好，我是妍妍的邻居李珍秀，你就叫我李婶就行。李婶好。小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老家是哪的？李珍秀开启了调查模式，而杨雅君把胡言拉到了一边，小声埋怨道：妍妍，你什么时候交了个这么有钱的女朋友，也不告诉你老妈一声？妈，你误会了，她不是我女朋友，只是普通朋友而已。普通朋友？你当你老妈傻呢？普通朋友会送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哪知道她怎么会送这么多礼物啊？不过她真不是我女朋友。行了行了，老妈心里明白着呢。这姑娘看着挺单纯的，人长得也漂亮，老妈倒是不反对你们交往，只是他们家是不是条件太好了一些？我怕人家父母瞧不上我们家。我们没交往。行了，你去陪人家吧。小尔，你跟我过来，我有事跟你说。哦，李婶，我们一会儿再聊哈。一会儿聊。我说雅君啊，这回妍妍是真要发达了，人家小尔可是钱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钱氏集团你们听说过吧？市值几十亿呢。看来我家丽丽是没有机会了。老胡，你们家人好像把我当成你女朋友了。你送这么多礼物，他们不误会才怪呢。瞧你这样子，好像我给你当女朋友丢人似的。那倒不是，主要他们不是认定了你是我女朋友吗？这以后保不齐让你去家里吃饭什么的。那就去呗。阳城化工会议室里，秦总，贵方的出资金额至少也要15亿啊，否则想要对阳城化工进行彻底的改革是很困难的。关于入股金额，我刚才已经明确表态了，最多不会超过13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纠结了。你们坚持要15亿的话，只能再跟其他集团谈谈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纠缠了太久，秦子璇早已有些不耐烦。秦总，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要不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再接着聊。下午1点半接着谈。好，秦总，那咱们去吃饭，我已经订好了酒店。我还有事，你带其他人过去吧。秦子璇说完，直接走出了会议室。秦子璇来到了升学宴捧场，直接包了一张银行卡给胡嘉欣作为贺礼。升学宴结束后，秦子璇把胡言拉到了一边。下午有事吗？没事的话，就陪我去阳城化工谈判吧。没想到老秦的重要项目是在阳城化工，如果自己出现在天海集团谈判团的阵营中，以后阳城化工这帮人谁还敢和我老爸过不去？下午我没事，我陪你一起去。吴厂长、高总工，我先介绍一位我们这边的新人，胡言，我们天海集团的高级资产评估师。上午他之所以没有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有私事请了假，不过今后的谈判他就不会缺席了。下午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谈判结束后，胡言直接开车返回江城，秦子璇没跟大部队走，坐了胡言的车。你觉得吴中华那人怎么样？不怎么样。首先，偌大的阳城化工在他的带领下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的工作能力可想而知。其次，人品太差。人品太差，这个从何说起呢？你打开我的手机，相册里面有一些相片。开屏密码6个1，有什么含义吗？单身狗特定密码。相册里面没什么隐私吧？应该没有吧。这女人不是他老婆。当然，如果是他老婆的话，有什么可拍的？回头把这些相片给我发一份。你现在就可以发，手机不是在你手里。也是，你怎么会拍他？难道你跟他有仇？跟我妹逛街，刚巧碰到了而已。当然，我对他也是有那么点意见的。
胡言把一家人那晚跟吴中华起冲突的事说了一下。照这么说，他的人品的确不怎么样。暮色降临，2个半小时的车程，胡言终于驶入了江城。而这会儿，秦子璇已经靠在副驾驶位睡着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怎么不走了？想送你回家来的，也不知道你去了，所以你就等我睡醒。看你睡得太香了，实在不忍心喊你。现在去哪？我送你回去。天海家园啊，我就住你楼上。我还以为你一定是住半山别墅之类的地方。不习惯跟父母一起住，就搬出来了。回头我帮你办一张地下车库的通行卡吧，反正还有好多闲置车位。这样的话最好不过了。明早我搭你车走。好的。老胡，你可算回来了。说的好像你很想我一样。那当然了，我一个人多孤单啊。给咱妹的。算了吧，你还是留着吃饭吧。怎么着，嫌少啊？没能过去参加咱妹的升学宴，我就够愧疚的了。这红包你怎么也得收着，不然我可跟你翻脸。行吧，那我替嘉欣谢谢他鹏哥了。胡言太了解赵鹏了，这钱他要是不收下的话，这家伙能磨叽他1个月。他鹏哥说了，不客气。胡言回到自己的房间，正准备洗澡时，妍妍，你到江城了吗？刚进屋。你旁边没人吧？妈跟你说点事。没人，你说吧。你知不知道，你们秦总给嘉欣的卡里竟然有20万？20万？本以为秦子璇最多也就随个3、5万的份子，没想到他一出手竟然就是20万。妍妍，他跟你到底什么关系啊？哪有人一下子给这么多钱的呀？我不是已经说了，我们只是普通的领导与下属关系。妍妍，你可别骗我，领导会给你这么多钱？我看你们关系可不一般。还有那个钱小尔，他送我们的那些礼物也太贵重了。你二姨找人看了一下，说是那些礼物少说也得10多万，他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真不是，就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会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普通领导会送我们20万。妍妍，你跟我说实话，到底谁才是我儿媳妇？老妈，其实他们2个都不是。儿子，那2个姑娘都不错，无论哪个老爸都支持你。行了，老爸老妈，你们早点休息吧，今天累了一天了。妍妍，你先别忙着挂电话，嘉欣有话跟你说。哥，过几天我想去江城打工，提前熟悉一下江城的环境。打工？还是算了吧，你才几岁啊？我已经18了，成年了。小尔姐姐说可以让我去她新开的店里帮忙。等我回头问问她再说吧。那好吧，哥，我等你消息哦。挂了电话，胡言则给钱小尔发了一条信息询问情况，不过对方却没有回复。次日清晨，老秦，我妈说你给嘉欣的那张卡里有2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如果觉得多，就算是对你的奖励了。好吧，土豪的世界果然不是我能理解的。晚上有个慈善晚宴，我需要个男伴。你的意思是让我去？你没问题吧？说实话，其实我不太想去，不过谁让老秦你开口了呢？我就陪你走一趟吧。2人来到慈善晚宴，在晚宴开始前的慈善拍卖会，胡言花10万拍了一幅山水画，被后来的江城古玩协会会长邢子良当场以120万的价格收走，又让秦子璇花1500万拍了一块价值3000万的玉石毛料。老胡，你昨晚给我发信息是有事吗？我昨天睡得太早了，今早才看见你的消息，给你回复了之后，你又没回。还真是有点事。你最近是有开店的打算吗？对啊，马上就要开业了，嘉欣跟你说的吧？老爸一直说我不务正业，所以我就准备开一家店让他看看。什么店啊？玩具店。没想到吧，我要开的是江城最高端的玩具店。这样啊，所以嘉欣说要到你的店里打工是真的了？当然，我跟嘉欣已经说好了，他可以随时到我的店里打工。哦，那你的玩具店什么时候开业？下周6，到时候你可得过去捧场。没问题，一定到。秦总，有件事想要征求您的意见。你说。苏总让我问您要不要现场谢师，这会儿舞台上刚好没什么表演了，你若是同意的话，也能让在场的来宾们热闹热闹。现场有解石师傅和专业的工具吗？有的，谢石师傅和专业的工具都有。这样啊，那行吧。好的，那我先预祝秦总好运。老胡，璇花1500万拍下那块玉石毛料，是你出的主意吧？没错。看来璇这次又要赚大发了。各位来宾，就在刚刚，秦总已经决定在现场谢石，接下来有请谢石师傅为我们揭晓。主持人话音落下，现场顿时一阵骚动，很快第一刀就切割完成。竟然是3种颜色并存的极品福寿鹿翡翠，恭喜秦总。老胡，这样的翡翠很值钱吗？物以稀为贵嘛。
秦总，我知道天海集团旗下有珠宝公司，可是我还是想问问秦总，有没有把这块玉石毛料出手的打算？这个男人叫钱宗，是国内知名的企业家，同时也是收藏发烧友。钱总，我暂时还没有出手的打算。想来也是。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之前与秦子璇竞拍这块玉石毛料的沈林祥面带笑容的走了过来。秦总，真是恭喜了，1500万眨眼间就翻倍了，真是佩服您的眼力啊！也要感谢沈总您的大度，没有跟我继续争下去。我靠！要是知道现在这种结果，我会不争。秦总，实不相瞒，我是想跟您商议一件事啊。老沈，你就不用打这块玉石毛料的主意了，我刚刚已经问过了。秦总，你也知道，我的沈氏珠宝就指着珠宝行业吃饭的，不比您的天海集团家大业大。要不您听听我的报价，我出4000万，秦总觉得如何？不好意思，沈总，我并没有出手的打算。5000万如何？沈总，实在抱歉，我的确没有出手的打算，这不是钱的问题。好吧，我尊重秦总的决定。没记错的话，小兄弟幸福吧。之前胡言拍下山水画的时候，有登台做过自我介绍，因此沈林祥对他倒是有印象。我叫胡言，胡兄弟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哦，可以。胡言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但出于礼貌，胡言就同意了。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好的。看到好友沈林祥开了头，钱宗也凑上去加了个好友。胡兄弟，我家里有不少老物件，哪天有空的话，帮我去长长眼。行了啊，钱总的收藏必定都是无价之宝，我去开开眼界也好。慈善晚宴结束，胡言开车载着秦子璇返回。沈林祥显然是想挖你过去。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不然呢？你以为他是看你长得帅啊？好吧，不过老秦你放心，我是不会背叛你的。有件事我很好奇，你怎么那么肯定那块玉石毛料就能开出福禄寿那种罕见翡翠的？我哪能肯定那块玉石就能开出福禄寿啊？我只是觉得那块玉石毛料看上去很不错，这才让你拍下它。谁知道阴差阳错，竟然开出了福禄寿的3色翡翠，也是真够让人意外的。也是，怎么可能有人能预见到玉石内部的情况呢？不过你的眼力可是真够毒的，经过今晚的慈善晚宴，你可算是出名了。出名？不是吧？我又不是明星，出什么名啊？我是说在古玩玉石圈子，今天在场的可是有不少古玩玉石圈子里的大佬，你的表现他们都看在眼中，免不了向你抛出橄榄枝的。老秦，你不会又是在担心我会跳槽吧？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放心好了，我是不会背叛你的。是吗？当然，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说话算话了。老胡，你这又是干嘛去了啊？参加了个应酬。你才上班几天啊，就要出去应酬了？对了，你接到刘月的电话了吗？没有，怎么了？那估计是还没通知到你，他这周末结婚，邀请我过去。我靠，刚毕业这才几天啊，就结婚了？应该是怀孕了。再说了，她那个男朋友年纪挺大的，结婚也正常。估计留在江城的这些同学都会去吧？那就去呗。真是人在家中坐，礼从天上来。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往出送红包了。钱不够的话，哥们这儿有，不用慌。果真吗？义父？果真。得嘞，追剧去了。喂，胡兄弟，到家了吧？刚刚到家。明天什么时间方便？我想约你见个面。我明天要上班，沈总有什么事直接在电话说就好了。那就等你下班之后，这种事在电话里实在不方便聊。那沈总，我们就明天下班见吧。胡言刚刚放下手机，就收到了钱宗发来的语音消息。胡兄弟，周六有空吗？来我家中看看我的收藏，帮我长长眼。好的，没问题，到时候你把位置发给我就行。次日清晨，胡言依旧是和秦子璇一起上班。老秦，貌似真让你猜对了。沈林祥昨晚打电话约我今晚见面，这很正常。我觉得直接拒绝的话似乎不太好，所以就答应了他。不过我是这么想的，晚上要没事的话，我们一起去。没客人的时候，胡言就问王德发：“老王，有没有鉴定方面的书籍？我想多看看，学习学习。”这方面的书籍还真不多，不过我这有一本工作笔记，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看。这可太感谢了。小事，看完了给我还回来就行，可不能外借啊。老王，这个你放心，我明白。这本笔记对于王德发来说可是宝贝，其他人他是万万不会拿出来的。不过胡言天天跟秦子璇一起上下班，典当行的人都把他当成天海集团的未来女婿看了。
自从获得外挂之后，就一直在找工作什么的，根本就没再摸过书本。今天看了看王德发的工作笔记，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过目不忘的能力。晚上下班，两人来到沈林祥约定的地点，是一家档次很高的茶楼，大概有3、4层楼这么高。大约10几分钟之后，沈林祥进来，当他看到秦子璇也在这里，他非常意外。不过对于他这种老油条来说，这只是小场面而已。胡兄弟，秦总，实在抱歉，作为东道主，我竟然迟到了。沈总客气了，我们也是刚到。总之我是来晚了，可惜这里没有酒供应，否则我就赐罚3杯了。沈总不介意我的不请自来吧？哪能啊，秦总可是我想请都未必请得来的贵客。其实也怪我多疑，昨晚看到胡言在跟别人打电话，我还以为是哪个小妖精呢，没想到是沈总。秦子璇这话一出，胡言和沈林祥都懵了，因为这句话的信息量可不小。很显然，这是男女朋友之间的行为了，毕竟女朋友查岗什么的很正常。我靠！如果胡言和秦子璇真是情侣关系的话，那么我想挖人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秦子璇是天海集团的唯一继承人，挖角计划彻底失败了。沈林祥倒是拉着秦子璇聊起了2家珠宝公司合作的可能性。两人从茶楼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老秦，你这招可真够狠的，佩服！一劳永逸，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再想挖你了。你是一劳永逸了，不过我倒是有些担忧我的职业生涯了，毕竟没人再会找我了，那我岂不是要任由你这个奴隶主宰割了？反正也没地方去。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的。老秦，这可是你说的会对我负责，我可记住了。我说的，我会对你负责的。老秦，你饿吗？刚才两人跟沈林祥在茶馆聊了半天，却只是喝茶，没吃什么东西。这里好像离恐龙扛狼大学夜市不远，我们去夜市逛逛怎么样？夜市？秦子璇想了想，他长这么大还真是没去过夜市。也好。老秦，你尝一个，特别好吃。真的很好吃，试试吗？好吃吧？好吃，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那就把这颗都吃了吧。我自己会吃。秦子璇觉得这种喂食的动作过于暧昧了。你们的幸福可以小点声吗？有点吵到我一个人的孤单了。哥哥，给你女朋友买一朵花吧。女朋友？2块钱1朵，5块钱2朵。你是不是订错价了？应该是3块钱1朵，5块钱2朵吧？是的，谢谢哥哥，你女朋友这么漂亮，买2朵花送给她吧。这个……胡言扭头看了看秦子璇，想要征求他的意见，不过这会儿秦子璇却是没有表态的意思。那好吧，谢谢哥哥。给你。给我。秦子璇撇了撇嘴，这是送花该有的态度。那小孩也不容易，照顾一下生意，你别多想。知道了。呆傻呆傻的，一点都不懂得逗女孩子开心。胡言从夜市回来的时候，已经快10点了。老胡，这大晚上的，你又跑哪儿去了？去恐龙扛狼大学夜市了。我靠，怎么不喊我一声？昨天我还在怀念恐龙扛狼大学夜市的大鸡排呢。下班之后有个应酬，刚好离夜市不远，就直接过去了。这几个铜钱是你在夜市买的？赵鹏的目光落在了茶几上的铜钱。太平天国圣宝，这玩意也能在夜市买得到？运气好而已。在我印象里，这玩意挺贵的吧？赵鹏毕竟也是历史系出身，对这太平天国圣宝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5枚100。你这是什么人品？我发现你小子最近简直是开挂了一样。还真让你说对了，哥们就是开挂了。说你胖还喘上了。时间转瞬即逝，周六胡言来到钱宗的别墅，花了2个半小时帮他鉴定了一大堆收藏品，10件有9件半都是假的。下午胡言回到客厅时，遇到了难得一见的情形，赵鹏正站在客厅里试衣服。鹏哥，你这是什么情况？要去相亲啊？哪呀？明天不是6月的婚礼吗？我在想穿哪套衣服去。这可不像鹏哥你的风格呀，不会是因为冯丽同学吧？我靠，这都被你猜中了。要不我陪你买一身新行头？算了，我可没那个闲钱。没关系，哥们出钱，送你一套。果真吗？还是算了吧。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到最好就行了，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就算是蒙得了一时，也蒙不了一世。也对。对了，老胡，明天孙佳琪也会去吧？老情人见面会不会旧情复燃？
孙佳琪便是胡言大学时期的女友，也是他唯一交过的女朋友。两人处了2年半，大4上学期便分了手。复燃个毛线啊！那可不好说，老胡你现在可是鸟枪换炮了，就你那辆大 G 往酒店门口一停，什么样的女人追不回来？问题是，我也没想把她追回来。当初他和孙佳琪开始的时候是对方主动的，后来分手的时候也是孙佳琪提的，理由是他想扎根江城，所以要找一个在江城有房的男人。早上8点多的时候，两人便抵达了婚宴现场。老胡，鹏哥，这儿呢？胡言顺着声音看去，只见喊他和赵鹏的人正是大学班级的班长孙斌，而在人群中，他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自己大学时期的女友孙佳琪。他正和旁边的女生聊着天，似乎并没有看到胡言已经到了。老胡，你小子帅了吗？一直都这么帅，好吧？瞧这样子，你是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吧？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哪家公司啊？天海集团。天海，你小子走了什么财神运，竟然进了天海？听到胡言的回答，同桌的众人都是微微一惊，尤其是孙佳琪。听说天海集团的待遇很不错啊？还行吧，比一般单位能好点。老胡，能开多少？透露一下不？这个还保密吗？10万吧。我靠，年薪10万，不愧是天海集团啊！老胡，你得请客，找这么好的工作，大伙必须狠狠吃你一顿。没问题啊，有机会一定请。对了，老胡，找了这么好的工作，找没找女朋友啊？看老胡这骚气的样子，一定是找了。这个话题引起了在场同学的关注，毕竟大家都知道胡言和孙佳琪之间的关系。上学时，两人也是班级中唯一的一对。这会儿孙佳琪就在现场，大家免不了就更加好奇胡言怎么回答了。就在众人起哄的时候，一名30出头的男人步履匆忙地走了过来。不好意思啊，宝贝，我来晚了。佳琪，这是你男朋友？那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介绍介绍啊？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各位佳琪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马成，马到工程的马成，我在天海珠宝工作，大家有需要买珠宝的，尽管可以找我，一定优惠。马哥，听这意思，你在天海珠宝很有话语权了。不多不少，我也就是天海珠宝里的一个营销部经理而已。哎，这可是大领导啊！什么领导啊？一个打工的而已。马哥，你既然在天海珠宝工作，对珠宝一定很懂吧？我这有个手镯是男朋友送的，他说花了好几万呢，您帮我看看，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这个你算是问对人了。这镯子是半合成的，不值钱。你那个男朋友要是告诉你几万块，还是赶紧分了吧。真是假的啊？那这个手镯能值多少钱啊？10几块的成本，卖多少钱就看买家自己了。王子健，你个大骗子！老胡，这个马成好像有2把刷子啊。请问哪位是胡言兄弟？我就是胡言。敢问兄弟在哪里高就啊？天海集团。你也是天海集团的？我在天海典当行。难怪了，据我所知，典当行那边的职务并不多。你是学历史的，那么现在应该是见习鉴定师吧？我是鉴定师没错。老胡，原来你是干鉴定的啊？平时都鉴定点什么啊？奢侈品、古玩什么的。这么厉害，也就是说，我现在随便拿出来一件古董或者奢侈品，你就能鉴定出它的真假？差不多吧。那你帮我看看这个手表，女朋友送的，说是大牌的。胡言瞄了一眼，淡淡回道：假的。我操，不是吧？也有可能是你的女朋友被人骗了，毕竟现在造假的那帮人越来越专业了。有可能。胡言，帮忙看看我这个包吧。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孙佳琪竟然开了口，众人皆是心头大惊，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胡言，等着他的回应。没问题啊。胡言和孙佳琪的关系并没有其他人想的那么糟糕，两人是和平分手，只是众人以为他们会是同水火罢了。这包是别人送你的吧？结果如何？仿得很逼真。你凭什么说这个包是仿的？马成此言一出，便是不打自招了。很显然，这包便是他送的。首先入手的质感太硬，不是这个品牌应有的手感。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5金件上的刻字不清晰，这是致命伤，正品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佳琪，你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包是我在宝格丽专营店买的，
怎么可能是仿品呢？胡言，你一个见习鉴定师懂个屁啊！包是谁买的，在哪里买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说出我认为的结果而已，信不信取决你们自己。话说的倒是好听，你这意思不就是说你也不敢肯定吗？回头我得跟天海典当行的负责人打个招呼，记得天海典当行招人的标准是很严格的，怎么现在倒是降低标准了？什么样的人都能到天海典当行去当鉴定师了？我你妈！这时一旁的赵鹏听不过去了，直接开队。你知道个屁啊！老胡是你们天海集团大小姐秦子璇亲自请去的。我们天海集团的大小姐亲自请的他。你怎么不说是董事长亲自请他去的？不信算了，老子可不愿意和傻逼费口舌。你他妈骂谁呢？谁是傻逼，老子就骂谁。两位都消消气，这场合不合适。就在两人目光凶狠对峙的时候，婚宴现场忽然一阵骚动。当红女演员蔡丽走进了宴会大厅，我靠，竟然还有明星来！刘烨她老公可以啊，还有明星亲戚呢。前几天的芭莎慈善晚宴上，胡言刚好与蔡丽坐的一桌。后来晚宴快结束的时候，蔡丽还主动添加了胡言的好友，说是以后有机会要向他请教古玩方面的问题。马哥，你是天海珠宝的营销经理，听说珠宝公司与明星们或多或少都有合作的，你之前应该是见过蔡丽吧？这个嘛，倒是在几次活动的现场遇见过，简单聊过几句，但不熟悉，算是点头之交吧。马哥，那你能把丽姐请过来吗？我们大家正好和她一起合张影，她身边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个不太合适吧？没看人家忙着的吗？马哥，你怎么说跟他也是认识的吗？说一声应该会给你面子的。佳琪，你跟你男朋友说说吗？要不你就过去说一声吧。现在人实在太多了，我也根本就进不去，没办法跟蔡丽搭话啊。那就只能是等会儿人少的了。蔡丽的忽然出现，使得婚礼现场倒是热闹了不少。好在来宾总归是有限的，等一批人满足了自己的小心愿之后，蔡丽身边围着的人终于是越来越少了。马哥，机会来了，现在你可以过去了。要不你还是自己过去吧，人家怎么说也是个明星，你想要签名合照，也没理由让人家过来啊。我本来是这么想的，但不是为了大家着想吗？想让丽姐跟我们大家一起合张影，这对于我们班级来说，倒也是一次特别的纪念了。马成的眉头不禁地拧在了一起，他根本就不认识蔡丽，不可能让人家蔡丽主动过来跟众人合影的。而就在马成想着怎么把这件事混过去的时候，得空休息的蔡丽往婚宴大厅内扫了一眼，而他这一扫刚好是看到了胡言，蔡丽的眼睛顿时一亮，当即就往胡言等人的这一桌走了过来。天啊，丽姐走过来了，好像很是冲着我们这一桌来的。马哥，丽姐应该是看到你刻意过来打招呼的吧？我去，马哥你还说跟丽姐只是点头之交，人家都来找你了。胡总，好巧啊。蔡丽这一声胡总可是把在座的众人全都喊懵了，而胡言则是苦涩一笑，估计因为是在芭莎慈善晚宴碰的面，这蔡丽本能的认为自己是个总裁什么的。这时候胡言也不好在称呼上去纠结，当即客气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是挺巧的，没想到在这又遇见了。可不是，芭莎慈善晚宴结束之后，我就想找胡总来的，奈何这几天行程排得满满的，身不由己我。蔡丽笑呵呵地说着，不过两人这两句简单的对话，却又在孙斌、孙佳琪、马成等人心中炸开了锅。因为能受邀参加芭莎慈善的都是非富即贵，最不济也得有足够的知名度。胡总，能不能请您移步我那桌，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是。胡言有些为难地扫了一眼自己这一桌同学，这些都是你的同学？我们与新娘子是大学同学。这样么？各位，暂时向你们接一下胡总，抱歉喽。丽姐你太客气了。老胡，你赶紧过去吧。胡总，你还是先陪丽姐吧。胡总，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行吧。蔡丽见他答应下来，一只手下意识地挎住了胡言的胳膊，在一众震惊的目光中，举止亲昵地离开了。我靠，这什么情况啊？胡言什么时候这么牛了？蔡丽竟然都喊他一声胡总，对他这么客气。岂止是客气啊，简直就是跪舔了，比某些人可强多了，还说跟丽姐认识呢，结果人家连鸟都没鸟他。马成这回实在是没脸再坐下去了，找了个借口跟孙佳琪说：佳琪，公司那边突然有点急事，我先走了。佳琪，你这男朋友什么人啊？还是赶紧分了吧。是啊，一看就是只会吹牛骗小姑娘的那种渣男。佳
佳琪，你曾经可是他心尖上的人，不如复合吧。俗话说得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自己班级内部消化了多好。孙佳琪一脸苦笑，凭他对胡言的了解，复合哪有那么容易？赵鹏，你和胡言的关系不是一直最铁吗？现在你们还住在一起呢？对啊，说说看嘛，胡言怎么就突然崛起了？哼，你们这帮人，这时候想起我来了，告诉你们，哥们现在就跟老胡住在一起。哦，鹏哥，胡言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老胡现在可真是发财了，住的房子都是200多平方的大平层，42卫的，那房子实在太大了。老胡就跟我说，鹏哥，我自己也不敢住，你就过来陪我吧。就这么的，我就搬了过去。不过那房子实在太特么大了，我们俩住也是空荡荡的。200多平的大平层，那得多少钱啊？哪个园区啊？天海家园。9万多一平的天海家园，200多平方，那不是光房子就得2000万了。哼，你们知道老胡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吗？什么车啊？大 G， 落地价200万左右吧。一听胡言住着2000万的房子，开着200多万的车，吕丽丽顿时就坐不住了。赵鹏，胡言现在到底是不是还单身啊？是还单着呢，不然老胡也不能让我跟他一起住啊。胡言和蔡丽这边刚坐下，同学吕丽丽就准备着怎么攻略胡言了。我说佳琪啊，你要是没有跟胡言复合的意思，姐们可就下手了。这么好的男人哪找去啊？要是能把胡言拿下，老娘这后半辈子可就不愁了。吕丽丽，你刚才不还说自己有男朋友吗？现在开始没了，回去就分手。孙佳琪听了赵鹏对胡言的现状介绍之后，要说不后悔那是不可能的。另一边，最近蔡丽正在为一件事头疼，一位影视圈的大佬下个月要摆生日宴，那位大佬热衷于古董，蔡丽在那晚见识了胡言惊人的眼力，因此他想拜托胡言帮他挑选古董。胡总，婚宴结束之后，你有时间有空的话，就陪我去古玩市场走一趟如何？下午吗？应该是没什么事吧。那就陪我走一趟。没问题。好的，胡总，那我们可说定了。你还是别叫我胡总了，听着怪别扭的。也是，叫胡总怪生疏的。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呢？小弟弟。蔡丽今年28岁，倒是比胡言大了几岁，因此他说叫胡言弟弟倒是也正常，只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小字，就让胡言有些难受了。这个不太好吧？你还是喊我老胡吧，反正朋友都这么叫。老胡，你才多大啊？不怕把你喊老了？嗨，没事，我听着倒是挺亲切的。行吧，老胡，那我们就婚宴结束之后会合。那我就先回去了，同学们都等着呢。好的，老胡，那我就不送你了。老胡，你可真够低调的，都这么牛逼了，竟然只说自己年薪10万。可不是，老胡，你现在发达了，可不能忘了我们这帮老同学啊。老胡，蔡丽是不是看好你了啊？简直就是要生扑的节奏啊！你们这是说什么呢？我跟蔡丽只是见过一面而已，没你们想的那样。见过一面是在芭莎慈善晚宴吧？我记得自己似乎没提过这事啊，连赵鹏都不知道自己去了芭莎慈善晚宴，这帮人是怎么知道的？很意外是吧？要不是刚刚我们在网上看到有视频为证，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们的同班同学竟然混到可以跟那些大明星、大企业家们平起平坐了。胡言，听赵鹏说你还单着呢？是单身啊？怎么着？这是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是啊，你看我怎么样？别闹，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老胡，你不吃窝边草，我给你介绍女友如何？还有这好事？你介绍的女友在哪呢？听起来真不错，等婚宴结束我就去试试看。丽丽啊，你可长点心吧，你看人家还真的不想吃窝边草。不尝尝你怎么知道窝边草好不好吃呢？对吧，胡言？丽丽，那你给我们讲讲窝边草怎么吃呗？是啊，我们真是太好奇了，挑最精彩的讲。怎么吃也不告诉你们，回去找你们女朋友问去。鹏哥，那个姓马的呢？他哪还有脸在这坐着啊？一见你跟蔡丽离开，直接就溜了。这样啊。不多时，蔡丽看婚宴进行的差不多了，胡言这里也是边吃边闲聊扯皮的状态。老胡，你这边怎么样了？差不多了，现在就走吗？我想早点过去，时间也充裕一些，最好今天就能把事办了。胡言跟众人客气了几句，便随着蔡丽一同离开了婚礼现场。
胡言走后，原本一桌子喧闹的同学们，热情似乎瞬间冷却了不少。在胡言成功的对比之下，心里有些自卑是难免的。毕竟严格说来，他们还都是一群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孩子。赵鹏，你说那2000来万的房子和200多万的车子，真的都是胡言的吗？怎么你不信？我好兄弟胡言上了2天班，领导就给他配了大气，还有200多平的大房子，厉害吧？我靠！赵鹏，你说那些东西原来不是胡言的，我就说嘛，即便在天海集团上班，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赚了上千万。怎么公司配的不行吗？那我问问你们谁上班的地方给配了那么好的员工宿舍了？谁开上200万的豪车了？更别说参加慈善晚宴结识大明星了。要知道我兄弟可是凭自己本事换来的，你们估计不靠父母找工作都难吧？赵鹏说完，醉得眼冒金星，趴在了桌子上。中午的时候，两人在古玩街逛了1个多小时了，蔡丽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礼物。胡言，江城这么大的古玩街，我想买一件合适的礼物，怎么就这么难呢？好东西你嫌贵，便宜的你又看不上眼，可不难选怎么的？我的那位朋友真的很重要，送的东西便宜了肯定不行，太贵重了，我又真的承受不起。你这么说，看来简陋是你唯一的选择了。咱们再转转吧，实在不行，我们就买之前看好的那个蒜头瓶好了。那蒜头瓶确实是好东西，就是价格太坑了，500万的东西，老板要价800万还不还价，明明知道挨宰还必须买，你甘心吗？蔡丽用小拳拳捶了一下胡言的胸口。其实那些不重要，这件东西在这条街都那么出名，即使我们当了冤大头，我的那个朋友也会领情的。我笨还是你笨？这样一来，情是领了。不过你之前说的给他惊喜的那种感觉，肯定达不到了。也是，不过没有惊喜，也只能把心意尽到了呗。走吧，再转转，说不定就真的能遇到好东西呢。真能找到好东西，我一定请你吃顿好的。瞧您这意思，买不到我还得饿肚子回家呗。讨厌，就知道吃，少不了你吃的。胡言帮蔡丽收了个油锤瓶，刚回到家就看到了赵鹏，不知道怎么直接躺在地上就睡着了。胡言把赵鹏拉了起来，轻轻地放在沙发上。哎呦啊！怎么这么疼啊？你直接躺地上睡了，不疼才怪呢。还是你老胡好，不像那帮孙子，见有能耐的就巴结，见了我这样的就爱答不理的。都是为了生活，计较那么多干嘛？你是不知道这帮孙子的嘴脸，看见你跪舔，你确实厉害，我就忍了。可再怎么说，我也是同学吧？这帮孙子竟然看我喝醉了，没人管我。行了，把你送回来就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你是不知道，那帮孙子都走了，最后是人家刘月让她老公开车送我回来的。我说怎么直接把你扔地上了？感情你这是耽误了人家洞房了呀？行了，我虽然喝多了，不过刘月老公那嫌弃啊，我死都不会忘。我不怪他，就是恨那些同学，表面上说的好听，到了社会上互相帮助啥的，就这么点小事都不帮，以后能指望他们什么？我是看出来了，说的好听，其实都恨不得别人比自己混得差。走吧，一起出去吃个饭，我请你。我去，老胡你跟蔡丽大美女出去，忙活了大半天，饭都没吃，兄弟我对你简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拍小视频了没？我可没你想的那么龌龊，我帮他收了个暗藏玄机的油锤瓶，谁知道他直接激动的口罩脱落，被旁边的人认了出来，并且还拍了照片传到了网上，他经纪人和助理都急疯了，所以就没吃上饭了。你好，你是纯洁美少年，就我龌龊，也不知道电脑里面的学习资料都是哪来的，我记得我没下那么多啊。喂，胡言，晚上吃饭了吗？正准备跟赵鹏出去吃呢，有事吗，老秦？那我请你们吃大排档怎么样？哟呵，看来这是上次吃上瘾了呀。行啊，你在哪儿？我去接你。我开车呢，你在哪儿？我去接你吧。那我们在小区门口等你。很快，他们到了小吃街上，只要是胡言说好吃的，秦子璇都要了一份。觉得好吃的就多吃几口，接受不了的就交给胡言。胡言再递给赵鹏拎着。老胡，你就不能帮拿几样？我这2只手都忙着，还没吃饱呢。有异性没人性。我们去夜市的杂货摊逛逛吧。老秦，难道你想在这捡漏？小尔的店马上开业了，她是我最好的闺蜜，总不能送张卡就完了吧，显得太没诚意了。
可是挑选礼物偏偏是我最头疼的事情，你说怎么办？典当行那么多好东西，随便拿一样不就行了？公司的事情你还是不太懂，集团有很多股东，每个人都那么做事，岂不乱套了？瞧您这意思，是想让我帮你挑礼物了？还算你不笨，那就交给你了，钱不是问题。那好吧。感觉哪里不对？小尔的事不能丢张卡了事，我的事就可以。我感觉很受伤。看你以后表现吧，勾引小明星的渣男。这话怎么说呢？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我就是帮忙而已。回去之后，一向会过的赵鹏将那些小吃都装到了冰箱里面。我说你不会把这些都留着吃吧？那可是老秦吃过的。你没看我放冷冻里面了吗？我怎么舍得一下子都吃了呢？那可是有着秦大美女口水的，想想都美味啊！我告诉你啊，这些都是我的，你一个也不许吃。我去，好大的蒜味啊！人家又不是你的女朋友。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吃。好，都给你留着，撑死你！第二天早上，吃多了有大小姐口水大排档的胡言看到路边摊就恶心，来到典当行，他习惯的看看那些收来的典当品。不知怎么的，现在的胡言只有在想看到物品的价格的时候，上面才会出现数字，而且显示数字还有色彩的差异。难道大小姐的口水有魔力？我的眼睛再次变异了。放下毫无道理的瞎想，胡言将不同颜色的商品记下来。2天后，原来色彩的差异是这样的，黑的是不断贬值的商品，红的是增值的，绿的是会很快出手的商品，颜色越深，跨度越大。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的胡言跟王德发商量了一下，小胡，这样能成吗？要知道，无端加价会影响公司的进项的。这样，我们就选2样试试看。好吧，就试试看，如果真的行得通，也是给公司创造业绩嘛。不过先说好了，出了事你可得兜着，大小姐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们可就惨了。行，没问题。于是胡言选了王德发几样收来的商品，也是最绿的商品，直接试着加价20%。结果还没到中午，就有2样商品买出去了。真有你的，小胡老师，我今天算是服你了。上午卖出的这2样，王德发直接赚了6000块的提成。我再找一些像样的商品，试着加价吧。胡言这2天帮典当行的鉴定师赚了不少提成。今天周五刚刚到公司门口，就被一大群鉴定师围了起来。胡老师，吃饭了没有？一起吃个早餐怎么样？听说胡老师酒量不错，晚上切磋一下。胡老师，我表妹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尤其是一项吹箫的技能，更是精彩绝艳。晚上我给你介绍一下。谁表妹那么优秀啊？要不我先看看适不适合在我们公司上班啊？老秦，我其实吧，对音律一窍不通，没有听吹箫的想法，酒量也就那么回事，你别听他们瞎说，我这个人没别的特长，就是招人喜欢。行了，我知道，公司这几天业绩每天上升10个点以上，你的功劳不小，我的高级鉴定师兼营销部经理。营销部经理？你说我？现在的营销部经理我要调走，正愁没人用呢，刚好听说了这几天的事情，因此我觉得你是营销部经理的不二人选。那倒是，也不看我是当初谁没看上又主动找回来的。周六，胡言和赵鹏一起来到钱小尔新开的电棚厂。老胡，你来啦！还有赵鹏，欢迎欢迎，到里面吃糖。这是我跟赵鹏的一点心意。老胡、赵鹏，你们这就见外了，人到我就非常高兴了，还用什么礼物啊？应该的，应该的。你去忙吧，人这么多，我们又不是外人，自己能照顾自己。嘉欣，你把这2样礼物收起来，我去招呼客人了。对了，陪陪你哥他们吧。哥，你来啦。这是你赵鹏哥，你升学人家可给了你大红包的。赵鹏哥你好，谢谢啦。不客气，老胡的妹妹就是我妹妹。中午，钱小尔请众人在酒店吃饭，吃的差不多的时候，老胡，一会儿还有件事要麻烦你。你说？一会儿你别急着走，帮忙看看那些礼物的价值，没别的意思，将来还礼的时候，我心里也要有个数，不是？只要你信得过我的眼光就行。不信你还能信谁？其实吧，我还想让你帮我定一下我店里商品的价格，毕竟你眼光独到嘛。胡言自然不好推辞，大家吃饱了之后就回去了。要不先看看我家的商品？看倒是没问题，不过到时候我实话实说，不会得罪人吧？当然不会了，你要是不说实话，那才不够朋友。胡言点了点头，随后去转了一圈，回来之后，胡言苦笑摇头。
怎么了？其实我刚刚来的时候就看了，不过没好意思说，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价格定的都这么，怎么说呢，有点不好形容。这时，钱氏集团副总裁钟万明忍不住撇嘴道：“怎么，胡总对现代工艺品也有研究？不敢说有研究，略懂吧。略懂就别瞎掺和，说错了岂不是没面子？”胡言没理会钟万明，转过头看了看秦子璇。小尔可是我最好的闺蜜，你有什么说什么，没关系。既然你老秦发话了，我就说了呀，这些在我看来就是2、3流的货色，不过在你的店里卖出了1流工艺品的价格。钟副总裁，货可都是你进的，你跟我说的是进的最好的工艺品吧？当然了，那家伙跟我们珠宝店有很多的业务，难道敢骗我？不会是胡总看错了吧？钟万明说完，还用眼神跟胡言表达了很多东西。我说钟副总裁，您这是眼睛进沙子了，要不去医院看看吧，眼睛出毛病可是大事。钟万明见胡言不给他面子，只好对钱小尔说道：“我马上打电话联系他，他要是敢骗我，以后所有店里的货我都给他掐了。”先等等吧，看看别的再说，说不定别的也有问题，到时候一起说吧。要不你先去看看眼睛。没事，就是昨晚忙得太晚了，没睡好而已。这回胡言来到了饰品区域，用手托着下巴搓了搓，说道：“钟副总裁，你啥时候瞎的？”我靠！胡言，你怎么说话呢？哦，对不起，我应该说钟副总裁，您什么时候眼睛出的问题？这些镶嵌类的饰品，您应该是专家啊。可是我怎么看里面有60%的假货呢？是啊，钟万明，说吧，你什么时候瞎的？昨天上货太急，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马上打电话。等等，再看看，说不定还有问题。随后又到了仿古玩的家居饰品类区域了。胡言再次托起了下巴，手指摩擦了2下。刚想说话，钱小尔就出声了：“钟万明，你是什么时候瞎的？老胡，我替你说了，你继续。”其实这次钟副总裁进的这些东西中，这些是最真的。此话一出，众人不解，就连钟万明都有些懵。难道这胡言怕我报复？这是开窍了？假的够真呐，一看就是假的。传说中的一眼假就是这种了。钟万明气得差点晕倒，钱小尔则是狠狠跺了一下脚。不过钟万明能爬到这个位置，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一个电话把送货方骂个狗血淋头，信誓旦旦地说会摆平一切。可是钱小尔心想，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他们要是看出了问题，我的脸往哪放？这个你能摆平吗？你不会眼睛瞎，心也瞎了吧？哼！不过他没说出来，毕竟这是内部矛盾，现在处理不合适。之后就是看礼物的环节了。胡言假装很仔细地看每一样礼品，说出价格，胡加新记录。一样样的礼品把钱小尔看得眉开眼笑的。没过多久，就开到了秦子璇的礼物了。看看轩轩给我的是什么宝贝？钱小尔拿起折扇打开，只见扇面上是一对破破烂烂的画件堆积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另类的画面。落款的印章是正达福。轩轩，说说这东西的来历吧。这是锦灰堆，一种失传了的绘画艺术，又叫八破图，取意内容丰富、多彩多姿，象征发财、富有充实等等美好的寓意。绘画技巧太繁复，以至于成了绝响。我就知道这么多了。什么？这是锦灰堆，还是正达福的孤品？周围的人听到了老人的惊呼声，不约而同的都聚拢了过来。这个我好像在前几天的视频上看见过。对，我也好像见过，是蔡丽的视频。没错，是顾雨芬生日宴收记名弟子的那个视频。对了，就是那个视频，我就说似乎在哪看过嘛，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紧接着钱小尔拿出手机放出那个视频给众人看。视频上，当红花旦孙娇娇给顾玉芬献上了一幅原省书法协会会长沈万成的百寿图书法。接下来就是蔡丽捧着油锤瓶上前献宝的一幕。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帮我在江城古玩城淘来的。你的意思不是到古玩城买的店家的镇店之宝，而是捡漏来的？没错，是这样的。唉，蔡丽师妹，你这是对顾老师太不尊重了啊！他老人家的大寿岂是儿戏？哎，你实在是太草率了啊！他看似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实则句句都在挤兑蔡丽。而一直保持微笑的顾玉芬却饶有兴致地看着蔡丽说道：“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是个古玩鉴定师，他说古玩城的东西虽好，不过跟顾老师的身份比起来，还是差得太多了，一定要选个能跟顾老师相配的礼物才行。
想必你是费了好大功夫才请动的鉴宝大师吧？我早年在江城待过，自己也喜欢收藏，那里的鉴定老师们，我几乎都认识。你说的这个人是谁？他叫胡言，是一个年轻的鉴定师，想来您应该不认识，但是他真的很厉害。厉害？呵呵，古玩鉴赏，很多人玩了一辈子都玩不明白。你认识的年轻人真聪明，这东西就是古玩街传说的一眼假，而且实话告诉你，即便是真的，伪满时期的也是仿品，值不了几个钱的。你的心意我领了，看来你也真是用心了，是个实诚的丫头，我很喜欢。下去吧。还不把你的瓶子拿走，放在这里碍眼。娇娇，人家孩子一片心意，只是被人骗了而已，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蔡丽，你别往心里去，你还年轻，以后长点心眼。顾玉芬看似安慰蔡丽，可是一个叫全明，一个叫娇娇，亲疏离叛。我的那个朋友说，如果有人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就当场砸了，自见分晓。这倒是有意思，那就快砸呀！对啊，赶紧砸了。在人家的生日宴上砸东西，你蔡丽将来还想在娱乐圈立足，做梦去吧！事已至此，蔡丽也只能选择相信胡言。砰的一声，瓶子碎开，一个嫩黄色的玉环露出了她的真容。蔡丽用颤抖的手捡了起来，将其递给了顾玉芬。享宝阁的老不死，还不过来看看啊！顾玉芬口中的老不死，其实就是享宝阁的首席鉴定师荣老。当他将猫眼放大镜对准玉环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了起来。老家伙，别给我弄碎了，这可是丽丽的一颗心啊！荣老，快说吧，看出什么了？这是一块极品和田玉打造的平安扣，而且最难得的是，上面绘画的是正达府的警徽堆8幅图，用不同的残破物件、不同的字体写了不同的8个福字，真品，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啊！荣老，这个很值钱，比沈先生的亲笔书画还值钱吗？这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了，这警徽堆的手艺已经失传了不说，而且正达府这个人本身就是个传奇啊！这东西万金难求，可谓是传世之瑰宝。丽丽，以后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了。被顾玉芬收作记名弟子，代表着蔡丽明天就是真正天后一般的地位。因为在国内的娱乐圈，凡是能大红大紫，几乎半数都是她的记名弟子。视频到此结束。小姑娘，那扇面能不能让我看看？老人看着眼前的折扇，手有些发抖，用手指轻轻碰触折扇上的字迹。真是老先生的亲笔啊！没想到我找了一辈子都没找到的东西，竟然在这里见到了。爷爷，医生不让你太激动。我知道，可是怎么能控制住呢？这是我启蒙老师的亲笔书画啊！老爷爷，郑达府竟然是您的老师？是啊，那时候我才7、8岁的样子。老人说着说着停了下来，似乎进入了漫长的回忆中，一时回不过神来。大家别见怪，我爷爷经常这样，一回忆过去就半晌不说话了。刚刚那个视频中提到的沈万成老先生就是我爷爷。当初我家有不少老师晚期的作品，可惜都在战乱中糟蹋了，有的直接损毁了，有的流落到了东洋。老头子在这里有个不情之请，不知这是谁的宝贝，能不能割爱啊？价格不是问题，这是我爷爷一生的心愿，拜托大家了。对不起，老爷子，不是我舍不得，也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这是我最好的闺蜜送我的东西，即便不值钱，我也会一辈子珍藏的。它是当我老了的时候一个珍贵的回忆，抱歉啊。不是你的问题，是我唐突了，君子不夺人所好啊，就这样吧。沈老，其实吧，我那里还有几样郑先生的作品，就是保存的不好，品相差了一点。你要是喜欢，我马上去拿。真的？千真万确。好，那您稍等。说完，胡言就直接出门了。好一手借鸡生蛋，胡言干得漂亮，可算遇到一个眼神不好的，有的宰喽。钟万明，你自己瞎了，就别编排别人。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不过这是我的店，请你尊重一下我的朋友 ，OK？ 我靠，胡言那不要脸的，对骗女孩这一方面也有2下子啊！没想到我近水楼台，他先得月了。没过半个小时，胡言就回来了。老爷子，看看有您喜欢的吗？这警徽堆最早出现就是在鼻烟壶上，后来因为太难，就没人愿意做了。想来是老师闲来无事，才有的这件东西的问世。这水晶鼻烟壶材质一般，可惜老师的手艺了。这位大哥，您说个数吧。货卖与10家，又是老人家的老师遗物，我就收个成本价，就20万吧。什么？胡言，你也太黑了，人家老爷子容易吗？你就黑人家20万，你怎么不去抢？胡言，你这是欺骗，你利用老人家心里对老师的怀念来敲诈人家，你良心何在？
对于钟万明的阴阳怪气，胡言假装听不见。像钟万明这样的人，越是给他阳光，他就越是灿烂。胡言哥哥，能方便加个好友吗？我好给你转码内。胡言点头，跟女孩互加了好友，马上收到了20万的转账。我说你这孩子孝心没错，可是花了这么多钱，回去之后老人万一后悔了呢？孝顺也不能没有理智吧？谢谢你，虾哥哥，不懂的东西，我建议你上网查。胡言哥哥，太谢谢您了！你有什么用得着我们祖孙的，可以发信息给我，我全家上下必全力以赴。你太客气了，古玩交易，愿打愿挨，互不相欠，不必挂心。不错的小伙子，我要是能有个这样的孙女婿，死也安心喽。爷爷，你别胡说。胡言哥哥，其实我也是江城恐龙扛狼大学的，我叫沈墨林，也在考古系，我们其实是校友，有时间常联系。好的，沈墨林师妹，照顾好爷爷。他叫我侠哥哥，是不是也觉得上当了？说我侠义心肠。人家说你是虾哥哥，已经瞎了，还不上网看看人家胡言的东西值多少钱？不会吧，我为他们说话，他能损我？老胡，听说你荣升营销部经理了，这可是肥缺啊！晚上请客怎么样？要不我们一起去吃大排档吧，很好吃的。要不换换口味吧，大排档好吃，可也不能总吃啊。大排档是什么？有我们上次吃的麻辣小龙虾好吃吗？我觉得第一次跟胡言吃的小龙虾挺好吃的，我自己还偷偷去吃了几回呢。自己偷偷出去吃好吃的也不叫我。哼，你去吃什么大排档？不是也没叫我吗？大排档是胡言带我去的，那里也有麻辣小龙虾卖，还有好多我们没吃过的美食，人可多了。哦，那么好的地方，你们俩偷偷去，竟然躲开我！快说，你们两个是不是？小尔，你可别瞎说，要不一会儿我们还不带你了。钱小尔这吃货，一听这话马上怂了，看得赵鹏一脸的懵逼。有钱人太可怜了，连大排档都不知道。大小姐，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钟副总裁，你先去医院治眼睛吧，我们去吃好吃的了。到了夜市，胡言找了一张桌子，然后和赵鹏去买吃的。I miss you。我去接个电话。别走太远，注意安全。好了，我知道了，你们先聊。嘉欣，看到你哥哥了。看到了。看到小尔和子璇了吗？他们就在我不远的地方呢，我哥请他们吃饭。那到底谁才是你哥的女朋友啊？我看他们对我哥都挺好的，不过我又没处过男朋友，我怎么能看得出来？嘿，你这丫头，出去时候说的好好的，肯定就知道自己疯完了，把事情都忘了。才没有呢。嘉欣，好吃的来了，快回来了，凉了不好吃了。哎，好的，妈，嫂子们叫我了，先不跟你聊了。嫂子们。怎么样，好吃吧？好饱，简直撑死我了。老胡，真是太谢谢你了，今天你跟轩轩真是给我争足了面子啊。我们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这话我爱听，不过你们不懂，其实今天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到我爸的耳朵里面了。我相处什么样的朋友，做了什么事，这都是他关心的，他还特地发信息夸我呢，所以我必须谢谢你。不客气。老胡，对不起，钟万明的事情让你难堪了。没事的，看得出来他是喜欢你才那样的，他把我当成了情敌，这样已经不错了。动物世界里面为了交配权还打生打死的呢，我又没有啥生命危险，他不咬我，我就很感激了。讨厌，你坏死了！你们要理解小尔，钟万明是小尔父亲安排在小尔身边的，一方面是协助小尔做事，一方面是让小尔学习人家的优点，同时屏蔽对方的缺点，所以小尔是不能对钟万明做出太过格的事情的，不然就会让老头子觉得这孩子没有容人之量。其实我原本是不知道的，几次都要把钟万明赶走了，是轩轩告诉我这些的，我们轩轩最厉害。厉害什么？你不知道，我刚刚接手那些生意的时候是多么的焦头烂额，原来在国外学的那些东西在国内未必适用，是老胡厉害，不是他帮我，现在我还有没有机会做天海的继承人都难说了。是哦，我要是把老胡抢过来，说不定我的哥哥也没我厉害，将来我也可以继承家业了。说完，他特地跑到胡言身边，搂住了胡言的肩膀。
胡言一脸的尴尬，看了一眼秦子璇，别的都可以让，老胡是我的，谁也别想跟我抢。这是开始宣布归属权了吗？轩轩，你变了，以前什么好东西你都让着我的。是啊，现在也可以，以后依旧可以。真的？那你把老胡让给我。东西可以让，可是老胡他不是东西啊。不过嘛，你有困难，我可以把老胡借给你用。这还差不多。有钱人都这么玩的吗？那老胡岂不是很辛苦？老爸好不容易夸我，你说我的店怎么经营下去才能稳赚不赔？这个嘛，胡言想了想，在心中罗列了一系列的方案，每一种方案整理出来之后，就会有相应的数字出现。这也是他看过了秦子璇给他的企业策划案之后才发现的。你所谓的成年人玩具，其实主要是家居饰品、办公室饰品以及这装饰品等等的几大类。我觉得如果只是自己买来玩，那想大火是很难的，只能靠顾客偶然走到店里，看中自己喜爱的商品，路子太窄了。你说怎么能让大家主动去买我的东西？不是钱的问题，我主要是想给老爸看我的成绩，真的挣钱了，我可以给你顾问费。什么顾问费乱七八糟的，我们是朋友，出主意还要钱的吗？那可不行，报酬是刺激灵感的源泉，这样你才会有成就感，以后还会有更好的点子，要不然啥也没有，以后你就慢慢懒惰下来了。我去，你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那可不，这可是我老爸教的。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可以打造一个高端的礼品店，毕竟我看大多的商品都适合商铺摆设，也适合馈赠亲友。胡言这么一说，不光是钱小二，就连秦子璇的眼睛都亮了。大方向对了，你可以找团队做详细的计划和营销策略了。我觉得用不了多久，钱叔叔就会对你刮目相看了。我也相信，等我的商品成为了互相馈赠的最佳选择的时候，想不挣钱都难。老胡，你太厉害了，爱死你了！一直聊了很晚之后，大家才尽欢而散。原本胡言是想让胡嘉欣跟自己住的，不过钱小二说他们两个大男人不方便，他也是自己住，怪闷的，一定要胡嘉欣跟他一起。回到天海家园的时候，秦子璇说要跟胡言单独谈的，赵鹏知趣的自己先上楼了。收购阳城化工的企业策划看得怎么样了？都看好了。胡言给出的答案跟他预想的一样，是最有前景也是最难的一条路。不过胡言说能排除他的隐忧，所以秦子璇决定周一带着胡言一起去收购阳城化工厂。当秦子璇说出领导班子大换血，厂里不养闲人懒人的话，人群瞬间沸腾了，如同点燃了炸药桶一般。肃静，大家放心，相信秦总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没什么好交代的。不光领导班子要换，之前靠关系在家当大爷不上班领工资的，很抱歉，从此刻开始，你们不再是天海化工的员工了。秦总，人横过，过该治，三莫大爷，难道您真的不打算给大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凭什么替他们说话？此话一出，人群再次沸腾。我们厂长凭什么不能说话？我们就认吴厂长是我们的厂长，换了别人我们就罢工。对，不光罢工，我们还要到县里去讨个说法。我为工厂受过伤，我为工厂出过汗，我为工厂献出了青春。就在这时，胡言直接走到了吴中华的身旁。吴厂长，是不是该去趟卫生间了？怎么想贿赂我？没门！我告诉你们，这个厂以前是我说了算，以后还是我说了算。别以为你抱了天海集团的大腿就可以耀武扬威的，你那是狐假虎威。以后你爸他还是要仰着我的鼻息做事。吴中华，我觉得你该去趟茅房，屁太多了，弄不好马上要拉了，别污染了会场。小崽子，别给脸不要脸！你今天的所为很可能让你后悔终身，你信不？胡言也懒得跟他废话了，直接打开手机给他看在停车场拍到的那几组连拍照片。其实我们之间只不过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误会。你看这段时间，我不是对你爸也挺好的，也没给他穿什么小鞋。你放心，以后我会给你家老胡更好的待遇的。胡言没有回话，而是将手中一沓厚厚的资料直接拍在了吴中华的脸上。先别急着发火，看看这些资料吧。吴中华打开资料一看，冷汗立马就下来了。资料上有他各种不堪的证据和种种劣迹，最让他害怕的是里面有那个女人的签字证据。说吧，你们想要什么？你坐在这个职位上，该捞的也都捞到了，
现在该是你得罪人的时候了，不想一无所有就配合秦总的工作。胡言说完，根本没看吴中华的脸色，直接走了出去。吴中华思量了一下，没多久，吴中华回到会场，大声说道：阳城化工厂曾经是阳城人的骄傲，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就是有很多蛀虫在里面。我宣布，以吴小三等为首的工厂嫌疑人，没有为工厂付出的所有人开除公职。我靠！凭什么？你是什么好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吗？别以为开除了自己的女儿，你就能保住自己。我们要上告！你这混蛋，把拿了我们的好处吐出来！吴中华等大家喊累了之后，再次开口说道：化工厂之所以落得这步田地，我吴中华难辞其咎，因此我引咎辞职。刚刚还闹得欢的人们瞬间没了声，他们知道阳城化工已经是过去了，从此天海化工不再是个混日子的地方了。晚上，天海化工厂厂长办公室，怎么样，王鹏，还有什么困难？王鹏，原天海点当行的营销部经理，现被任命为天海化工厂厂长。除了领导班子上还有一些余毒未清，其他倒是没什么了。这些都是我觉得有问题的，上面有一些人的发展方向去留建议，你盯紧一点，能改就用，不能改直接换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本身就是阳城人，我爸就在这个厂上班，因此我对这里面的人很了解。其实并不是他很了解那些人，而是胡言进化了之后的眼睛能看出人和物的运气走势。王鹏，人事调度，你完全按照胡言的说法去做就可以了，我相信你的能力。这是胡言跟我立了军令状的，明年产值不翻一番，胡言愿意自己扣掉所有工资补偿。我啥时候说的？我说的好像是这是这么办，肯定没毛病，不然你盘我的来着。话虽如此，但胡言是不可能撅老秦面子的。对，是我说的，不过达到了我说的，好像有奖励来着。那当然，奖罚分明，一向是我的作风。王鹏，执行不到位，扣你1年工资，你没问题吧？没问题。秦总，我觉得您这样做有些武断了。这个人胡言在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叫秦楚，孤儿出身，是秦家专门培养给秦子璇的，属于第一序列的培养人，而且有资格做秦家的乘龙快婿。秦楚，你觉得哪里不妥？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些厂里的人才毕竟在原本的岗位多年了，妄动的话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正如胡言高级鉴定师兼营销经理，从资料上看来，胡总的鉴定能力无可厚非，不过经销方面就有待评价了，毕竟他还没有上任，大家都没看到他的成果呢。我靠，你特么隔着水时长呢，废话一大堆，不就是想说我管的事太多了？虽然是听懂了，但胡言没有先开口，因为要看秦子璇的态度。胡言是我专门请来的顾问，你手中的资料或许很齐全，甚至包括了胡言从出生到昨天的很多内容，有些我都不知道。不过胡言展现给人们的只是他能力的冰山一角而已。秦总，您过誉了。我信得过秦总的眼光，不过商场如战场，我的意思，秦总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迷信于一个人的潜力。毕竟大家没见过胡经理在这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吧？你的意见呢？事实是一切真理的依据，我觉得这件事不该操之过急，应该用企业改制的常规手段，先留用查看，不行再换。秦楚，你说的没错，按正理来说，的确你的做法更有保障。不过胡言自入职以来，每一项决定都给公司带来了难以想象的高额回报，而且按你的做法去做，见成果要1年以上。1年之内或许不会出成绩，那是集团承受范围之内的，一旦像胡经理那么乱来，才是万劫不复。这下秦楚说到点上了，秦子璇也有些动容了。这样吧，如果我做错了，1年之后化工厂赔了，我引咎辞职。呵呵，你1年值多少钱？化工厂可是投资了13亿。我的年薪的确只有区200万左右，不过我想我努力的话，未必不能1年帮公司赚来这个数。秦楚将头转到了另一边，意思很明显，懒得听你吹牛。这样吧，我们就立个军令状，就按胡言的办，挣了给胡言10%的股份，赔了也不用胡言辞职，我直接把天海化工划在你的名下，我自己出钱。胡言有些感动，信任这2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忙完工作后，两人来到一家火锅店吃饭。那个老秦啊，我家里人想请你吃个饭，能赏脸不？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还要扩招员工，毕竟走了那么多员工，开除了一些，又有不少管理层的变动，没几天这些事做不完，过些天行吗？谢了，老秦，那个新员工的面试就交给我吧，放心，我肯定给你找出最适合的员工来。
你要是搞定了这件事，别说请你家人吃饭了，给你父亲升职加薪都不是问题。别了老秦，我爸就让他干着车间主任原职工作就好，他也习惯了，我不想让他再操劳太多的事了。当胡言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半夜11点多了。怎么这么晚？老总请我去吃火锅，说是养胃，我能不去吗？行了，臭小子，你这是炫耀？还是老爸了解我？是啊，你妈不了解你，说吧，到底谁才是我儿媳妇？妈，我不是说了吗？都不是，就是关系挺好的朋友。我都听嘉欣说了，他们两个都当面抢起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可是正经人家，不许脚踏两只船，要不然让我知道了，打断你的狗腿。行，我知道了。第二天，秦楚知道招工也交给了胡言之后，心里就不是味，看了胡言的招工启事，更是气得肺都要炸了。年龄40岁以下不限学历，只要有一颗热爱工作的心就可以来应聘，这不是胡来吗？秦总，您就这样放任胡言这样的胡来？有什么问题吗？别说是我们这么大的企业，现在就算是饭店招服务员都要高中以上学历，这不限学历，不是胡来是什么？我爷爷没学历，亲手创立了天海集团。我爸爸学历不高，你再给他打工，甚至我的学历都不如你。你觉得咱们谁说了算？你是老总，您说了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学历不代表能力，大家都做的未必就是对的。据我所知，很多有特殊才能的人都没学历，你难道没听说过高手在民间？好吧，这一点我承认。正巧我也有事找你。什么事？是这样的，胡言觉得这几个人不适合在这里工作，这些人是你在总部带来的，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秦楚帆看了一下每个人的档案，完全没弄明白。等他看到了其中一个人的档案的时候，脸更是直接黑了。我觉得胡言这是针对我，秦如是什么能力，您应该比我更清楚。我觉得他没有针对任何人，只是出于对每个人负责才这么做的。秦楚和秦如是秦宝祥在孤儿院领养的，这件事不是秦子璇看过资料都不知道，所以他确定胡言不是针对他们。理由呢？如果是别的理由，我或许也会斟酌一下。不过胡言的理由是，这几个人在厂里会有安全隐患。你也知道，化工厂最怕的是什么？无稽之谈，这些都是总裁亲自培养出来的精英，怎么可能有安全隐患？难道您觉得他们会背叛？不是，是他们自身有危险。正是因为我深知他们的忠诚，所以才不敢冒险。看来这个胡言胡经理不光是鉴定大师，难道还是个预测大师？笑话，秦总，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被他迷惑的，不过这是迷信，您也信。胡言如果说的是其他的问题，我可以坚持。不过你也知道，这些是我父亲辛苦培养出来的精英，我们损失不起，所以只能这样了。宁可信其有，是吗？那么这样好了，留一个看看胡言大师究竟有没有那么神。秦子璇想了想，胡言的说法确实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好吧，我就尊重你一回，就留一个吧，留谁你定。那就秦如吧。3天以后，秦子璇在酒店安排好了一桌宴席，让胡言接父母过来。伯父伯母，你们好，我们又见面了。其实早在厂里就看见您了，不过怕影响您的工作，没敢打扰。伯父，在厂里我们是上下属关系，在这里我可是您的晚辈，你可不能再用敬语了，叫我轩轩就好了。好，轩轩。工厂的事情解决了，秦子璇也放松了下来，难得的开了一瓶红酒。早该去看望二老的，就是这段时间太忙了，还好有胡言帮我，不然啊，估计再有半个月也忙不完。听胡言说，您二老要请我吃饭，别提多愧疚了。所以今天我破例喝一杯，算是道歉了。你看，又让你破费了。以后啊，到了阳城就像到家一样，不许这么客气了。好，那以后我在阳城就有家了，我可当您二老是我的父母看待了呀。胡言见杨亚军看秦子璇的眼神，那是越看越喜欢，再喝几杯，估计就要问人家啥时候办喜事了。妈，人家就是客气客气，你可别当真啊。咋了？他亲口说的，难道还有假？我都说了，我跟他就是好朋友，您可别多想，就算儿子求您了。切，轩轩啊，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有没有男朋友啊？伯母，我现在是创业阶段，暂时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爱上你，我傻乎乎，你说的我不说是。这是他的专用工作号码，没有急事是不可能响的。不好意思，伯父伯母，厂里好像有事，我接个电话。你忙，不用管我们。秦总，出事了，有人受伤了，现在正赶往县医院。你别急，我马上到。您去厂里就好，那里需要有人主持大局，医院这边有我就行了。好吧，那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回到包间之后，秦子璇解释厂里有事，让胡言陪自己的父母。你喝酒了，还是我送你吧？爸妈，你们就打车回去吧。
说完，胡言跟秦子璇马上下了楼，赶往化工厂。上车之后的秦子璇马上给王鹏打电话，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这样的，今天下班的时候，秦如带着机械师班组一起去检查设备，反应区的其中一个反应釜的气压不正常，秦如当机立断，马上让其他人撤离，把自己关在了车间里面。当他发现按钮不灵，进行手动解压的时候，爆炸就发生了。听完了王鹏的报告，秦子璇显得很疲惫，刚刚跟胡言一家吃饭的快乐转瞬就消失了。秦总，是我的疏忽，没想到您刚刚把工厂交给我，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知道这没什么意义，但是真的很对不起。不是你的错，这事是我的责任。秦总，这事跟你没关系啊，您千万不要自责。算了，你不用劝我了，我知道了。说完，秦子璇挂了电话。怎么了？不应该啊！我看有隐患的人都被我排除在外了，不应该出什么大事啊！对不起，胡言，是我的错，跟你没关系，相反，你应该有功。老秦，你这是说什么呢？出了事，大家一起面对，说谁的错，谁的功劳什么的，有意义吗？好吧，我希望在你得知了真相之后，不要怪我。秦子璇把刚刚王鹏的报告跟胡言说了一遍。老秦，事情已经出了，现在主要是怎么弥补损失，还有最好人没事，应该问问医院秦如的伤势如何。秦如这个名字好熟悉。对了，原本的工程师老孙，我不是说他没问题，完全可以胜任原来的工作吗？对不起，胡言。胡言顿时没声了，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气闷。胡言，真的很对不起，不过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呵呵，本来就跟我没什么关系，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而且这也不是我的工作，我本来就不该跟着瞎操心。典当行那边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送你到工厂之后我就回去了，那边一大摊子是等我呢。秦子璇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能理解胡言此时的心情，不想再刺激他，只好沉默。把秦子璇送到天海化工之后，胡言什么也没说，直接开车走了。第二天，胡言早早的来到天海典当行经理办公室。胡经理早，我是您的秘书苏沫，叫我小沫就好，我就在您门口办公，有事随时叫我。我知道了。对了，把这几天鉴定师那边的资料都给我拿来看看。是，胡经理。有事秘书干的感觉真不错。经过了一晚的调整，胡言的心态好了不少。当时他连夜赶回江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不想面对秦子璇。哥，你回来了吗？回来了，怎么了？不是让你回来告诉我一声吗？发信息给你好几次了，你都不回。哼，是不是跟子璇嫂子腻在一起，不理你的妹妹了？胡嘉欣，我告诉你，再胡说，你信不信以后你都没零花钱？胡言，我好心帮你看着小儿嫂子，你竟然这么对我！你个小鸭蛋子，能不能不天天这么八卦？以后再胡说，看我不收拾你！好，我不管你了。我告诉你，本来我是想说小儿姐温柔漂亮，而且没心机，你们在一起会过得轻松一些。现在就当我没说。胡嘉欣说完直接挂了电话。另一边，秦子璇在工厂处理了一些事情之后，把善后工作交给了王鹏，来到了医院。秦如的情况怎么样？医生说不乐观，都怪我。秦子璇恨得牙痒痒，不过他知道这不是秦楚一个人的错，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知道我们损失了什么吗？我知道，初步估计损失过千万，加上停业整顿、后续疏通关系这些，估计间损失要过亿。秦总，我会竭尽所能去还的，您放心。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我说的是我们的企业损失的是什么？一个人的心，如果能用金钱衡量，那么为了挽回他，我花多少钱都愿意。我还是不信，这实在是太邪门了，这根本不可能，不科学，巧合都是巧合而已。不科学的事情在他的身上发生的多了。鲁石，你看过谁从不出错的？你看了胡言的履历，可是你没跟他共事过。我承认胡言确实厉害，可是工厂出的这件事，难道真的按胡言的做法就不会发生了吗？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说到这事上。秦子璇拿出手机给秦楚看了王鹏派人收集的现场证据，是孙工，一定是他。我也觉得是他，不过有意义吗？如果听胡言的话，不拿掉他的职务，不逼着人家提前退休，能有这样的事发生吗？难道这世上真的有未卜先知的人？事实就是这样，出事没关系，能解决就好。我想之后的一切人员都按胡言之前定的，应该就没问题了。可是我该怎么面对他？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胡言应该是有功的，赏罚分明不就好了？那是你的想法，你对秦家忠诚，那是你欠秦家的，而胡言他不欠秦家的，相反，我们欠人家的。
秦总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辛苦您狠狠处理我，然后我去当面给他道歉，之后您奖励胡言多一些，都算在我的账上，以后我为公司做牛做马还上。道歉，我已经道歉了，也说了他对公司有功，肯定会奖励他的。不过他听完这些之后，当晚就回江城去了。秦子璇落寞的样子让秦楚百味杂陈，而就在这时，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医生怎样了？命保住了，可惜一个这么好的姑娘毁容了。医生说完，低着头叹息着走了。秦如的事情我要负主要责任，等她身体好了，就找世界上最好的整容师，以后她就留在我的身边吧。秦子璇的意思很明显，秦如留下，时时刻刻警醒秦子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胡言坐在办公室里面，想了一会儿之后，觉得还是家人对自己最好，于是赶紧拿出手机。天凉了，晚上带你去买几件秋装吧。不用了，小二姐给了一大堆，我正愁穿不完呢。那个晚上哥请你吃大排档。不需要，晚上小二姐说请我吃大龙虾。大龙虾啥味的？我能尝尝不？看着白眼狼，我吃不下。我是你亲哥。不一定，亲哥没有那么对亲妹妹的。不跟你聊了，我得问问咱妈，我是不是捡来的。胡言见胡嘉欣这是真生气了，眼珠一转，给钱小二打了个电话过去。小二，听说你晚上吃大龙虾呢，我能不能蹭蹭？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正找你来着。既然你回来了，我们还是去大排档吧。我都想好几天了，没人陪，我跟嘉欣去又怕不安全。其实大龙虾真的没有麻辣小龙虾好吃，一想我就流口水。那好，晚上不见不散。OK。没多久，苏沫送了一沓资料进来。胡言看着资料上的照片，很失望，没有出现数字。不过他被一个吊坠照片吸引，凝视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当时的鉴定现场一般，能听到当时物主的述说和鉴定师的品评。胡言学长，有时间见一面吗？有些事情想请教您。今晚约了妹妹一起吃饭，明天行吗？没问题，那就明天见。胡言来到钱小二的别墅，当胡嘉欣看到了自己哥哥的时候，小脸还是不开心。而钱小二却是一下子扑过来，抱住了胡言的胳膊，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老胡，我的店真的跟你说的一样，做了重新定位之后，马上就有好转，不过还是有困难。什么困难？没有真正上档次的东西，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馈赠基本都会选择更加含蓄也有意义的东西。我能帮你解决2样。真的？是这样的，我在跟秦总收购阳城化工干的时候，在招工的时候来了一个老人，当时人事部的人不让进，说是年龄超大了。不过我想，既然人家能来，可能真有本事吧，就问了问。我这一问，你猜怎么着？怎么了？这个人竟然是个有名的手工玻璃工艺制造大师。天哪，这简直就是喜从天降啊！那他要的工资高不高？你们有没有留下他？他不要工资，这个老人的目的只是让天海化工的玻璃制造车间改一下，只要一些业绩提成。为什么会这样？这不符合常理啊！因为他这是祖传的手艺，自己的儿女偏偏不学，他又不想让这门手艺失传，主要想在厂里将这门手艺传下去。说起这位老人，胡言又想起了秦子璇、秦如的那件事，让胡言觉得应该重新定位一下他和秦子璇的关系。那就是说，过不了多久，我的店里就会有大师的玻璃工艺品喽。没错，随着时间，大师的手艺传下来之后，我想不同价位的玻璃工艺品，你那里都不会缺的。还有呢？还有就是书法类的，这方面你也认识人？其实你也认识。哦，我也认识，我怎么不记得了？当然了，你忘了，在你店开业的时候，那位老人。你说沈万成老先生，可是他不是退休了吗？再说了，他都80岁了，向他求画是不是太过分了？胡言笑着用手指戳了戳钱小二的额头。哎呀！你又不笨，就是懒得用脑子。没错，如果是轩轩，肯定会猜到的。不过你知道我懒，就告诉我好啦。胡言现在感觉更对不起自己的妹妹了，跟钱小二在一起真的毫无压力，很轻松很自在。见胡言发呆，钱小二也不着急，就睁着大眼睛看着你。其实很简单，如今我们省内书法家不是沈先生的朋友，就是徒弟之类的，基本上没有他不认识的。如果以沈老的身份说句话，他们肯定给面子，因为他们就缺说这句话的人。这下钱小二明白了，只要是沈老先生开金口，然后钱小二只要略施手段，让这些写字的人得到回报，那么以后就不会再缺少字画一类的商品了。对了，你联系沈老了吗？那天我不是加了沈老孙女的好友了吗？后来聊过几回，我看应该没问题，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没理由会拒绝吧。
老胡，你不是看人家小姑娘漂亮才找借口搭讪的吧？怎么不可以吗？男未婚女未嫁，本人年轻有为，风度翩翩，才华出众，招蜂引蝶，趁机撩妹，不是很正常？哼，有这么国色天香的美少女陪你，你竟然还撩别的妹，我看看你是不是瞎了？胡言故意四处看了看，说道：“他在哪儿？我怎么没发现？”讨厌！钱小尔气得用小拳拳捶胡言。胡嘉欣见两人一副欢喜冤家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胡言一见妹妹的脸上终于放晴了，赶紧从兜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递了过去：“送你的。”胡嘉欣一想，不拿白不拿，伸手接了过来。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盒子打开之后，一个不同颜色项坠静静地躺在里面。胡嘉欣看着就很喜欢，跟胡言之前的一点小小不快瞬间消失了。谢谢哥。老秦对你还真好啊，这么珍贵的极品福禄寿翡翠，刚做出的成品就给了你一件。这项坠是秦子璇送他的升职礼物，当时收到的时候，胡言高兴得不得了。可如今他只是觉得秦子璇在乎的是他的能力罢了。小儿姐，什么极品翡翠？这东西很值钱吗？是萱萱姐送给我哥的。可不是吗？当时我也在场，那块翡翠原石就价值5000万，这个成品一看就是顶级工艺大师的手法，起码值个几百万吧。哥，这个我不能要，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给萱萱姐吧。这回知道你哥好了，好好收着吧。兄妹之间怎么可能记仇呢？没多久，胡嘉欣就跟胡言和郝如出来。到了夜市，胡言去买吃的时候，胡嘉欣试探着问钱小儿道：“小儿姐，你说萱萱姐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哥，是不是对我哥有意思啊？”萱萱虽然是我最好的闺蜜，不过她这个人跟我不一样。我因为有2个哥哥一直属于散养的，而萱萱从小就背负家族的重担，因此很难看出她的个人情感。不过嘛，这项这确实有些价值太高了，想来应该是你哥哥最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胡嘉欣听完不光没失望，相反的还有些窃喜，因为在他的心里，钱小尔才是哥哥最好的伴侣。你的意思是，萱萱姐其实看不上我哥哥？哎，我怎么觉得萱萱看不上你哥？你似乎很高兴似的。没有，我就是觉得我哥配不上萱萱姐而已。我刚刚想了一下，认识你哥之后的事情，这还真的说不定。要知道，以前萱萱可是从不单独跟男性出来的，她竟然跟你哥一起吃过大排档，而且不止一次。最可气的是，上次在这里，我只是说句玩笑话，说要把你哥抢过来，他竟然不让。要知道，以前我们一起看上的东西，他都会让给我的。胡嘉欣原本觉得已经变得简单的事情，没想到经过了钱小尔的一通分析，结果又乱了。胡言买了2位女士爱吃的几种小吃回来，吃完了之后，时间还早，胡言顺便带着他们逛逛鬼市。出来贵宝地，各位父老乡亲，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兄妹2人学艺不精，您大伙多多指教。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3人找了一个好一点的位置挤了进去。这时候，曼毅的兄长拿起一把大刀耍了起来，妹妹则是舞起了剑。然而，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胡言凝神观看女孩舞剑的时候，似乎一瞬间，女孩学剑的过程完全被胡言经历了一遍似的。这是追本溯源。兄妹表演完后，人群中发出了阵阵的赞叹声。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啊！神乎其技，神乎其技啊！我操，我操啊！胡言觉得这一家人都不简单，于是又看了看正在拿淄博一圈圈的向好心人点头作揖的老汉。那淄博竟然是民国时期的产品，有价值8万的高价。就在人们都开心笑着的时候，一个刺耳的电话声出现在人们的耳中。喂，报警中心吗？我怀疑这里有人使用管制刀具，就在仙女湖鬼市这边。对，我靠，真特么什么人都有，多少年看不到这种民间艺术了，扫兴！吃饱了撑的，自己吃饱饭了，不想想别人。呸，恶心！散了吧，今天也算没白来了。一家3口看着众人离去，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胡言上前问道：“你们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我们一路漫溢过来，都是在乡下，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赶紧走吧，不然帽子叔叔来了，你们这些都要被没收的。一家人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后，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的，用眼神向胡言求救。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跟我走。
三人点点头，紧接着胡言带他们上了车。胡言先将钱小尔和胡嘉欣送回了家，然后又带着他们来到自家楼下的一家面馆吃东西。你不吃吗？我吃过了。你们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白山那边的山里人，原本一直住在山里的。表妹脑子好，上学考上了江城空中抗浪大学，可是家里没钱，我跟老爹寻思着跟他一起来，帮他赚点学费。原来这一家姓姚，哥哥叫姚刚，妹妹叫姚柔，他们一直在白山深处过着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